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我们第3赛段有一路对抗赛，比赛继续。嘻哈之前也是体育生啊，人家后来就当了空姐吧，在飞机上送餐。她是空姐，我是地少。朋友们没招了，真的不要轻易网贷。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会让你摇摇头、眨眨眼。他说退，钱不可能退，我在那里退，他在那里不退，我们俩就在那里相对，那就针锋相对。跑到最厉害的时候，进来了一个客人，推门而入说：“这个是新开的什么店？”我当时指着招牌说：“快闪。”副驾是个非常邪门的位置，是个人坐上就要指导你，那个位置就是爹位。经过我的不懈努力，已经胖回来了，谢谢大家。我还要在这里感谢我的老妈菊花，感谢地三鲜，感谢毛球，感谢所有好吃的，是你们让我意识到西方的药物打不倒中国的美食。哪一组会获得晋级的机会？恭喜嘻哈金箔直接晋级！再次恭喜23位晋级的演员，期待大家精彩表现。欢迎大家来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的半决赛，欢迎大家！欢迎气氛组组长杨天真。大家好，我是杨天真，你们的喜剧老友回来了。今年呢，我没有做常驻嘉宾，但是我们公司也派了一位代表马思纯。其实小马前2年就想来了，但是前2年呢，我也想来。今年我们商量了一下，我说小马呀，还是你来吧，毕竟你是金马影后，坐在嘉宾席上是需要演技的。我最近1年出国留学，很多朋友很担心说，哎，那你出国去了，你们公司咋办？问出这话的朋友呢，肯定没有上过班，上过班的都知道，公司离开了老板，只会变得更好。你看我一走，我们公司的王安宇呀、马思纯呀、王天成呀，都火得不得了。什么叫做知识改变命运？只要老板出去学知识，同事就能改变命运。我到美国上课的第1天，一群留学生就在教室门口堵我，手里拿着简历来找工作，都说要跟老板直接谈。我说别这样，同学们，我是真的来读书的，你们看我连助理都没带。他们说巧了，面的就是助理。我放假出去滑雪，还把腿摔断了，伤得很严重，要坐2个月的轮椅。但是我们家当时还闹跳蚤。国外的月亮我是没仔细看，但国外的跳蚤确实又大又圆。我在国内都没见过跳蚤，到国外才知道这玩意儿吸血。作为娱乐公司的老板，从来只有别人骂我吸血，没想到我也有被吸血的一天。坐轮椅出不了门，一个人在国外举目无亲，也没人来看我，光我自己在家喂跳蚤。但没人来喂我，我也不敢叫同学们来帮忙，我怕他们以为自己真应聘上了。我在美国见了很多人啊，还见了一位纽约的著名新锐导演杨蒙恩。他说呢，他要留在美国讲英文脱口秀。英文脱口秀太好笑了，我不是说他的段子，是说他的英文。我说你太棒了，你说出了中国人自己的英文脱口秀，你这口音呢，外国人真听不懂，中国人真觉得好笑。我和杨蒙恩不一样，我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像之前在气氛组做了太久，我也看到很多观众说，为什么嘉宾都只夸人啊？很多人明明不好笑。说实话，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我脑子里经常蹦出一句话：只有我一个人觉得不好笑吗？演员呢，在台上一讲完什么职场段子，观众们都非常的感动，觉得太 real 了，嘴替。
但你们知道吗？他们在台上口口声声骂老板不能当资本的走狗，一到酒局就跟我说：“田真姐，能不能签我？”说实话，我挺害怕的，因为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哪个签啊。今天呢，我也 real 一把，跟大家说点走心的。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担任综艺节目的嘉宾，未来呢，我就将告别所有的综艺节目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这个人非常爱折腾，爱尝试新领域。我的下一步呢是准备开一家国际传媒公司，开点国际玩笑，把我们中国的脱口秀演员介绍给世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支持我的选择，因为我现在毕竟是大学生创业嘛，请大家支持一下。这次我真的非常开心能够回来陪大家，希望我这段呢也能让大家真的开心。我有了新的发展。也祝福各位选手有新的更好的发展，以后就不要再讲内部梗了，早日走向国际，开点国际玩笑。谢谢大家，我是杨天真。谢谢田真姐的表演，欢迎回来。我们欢迎这一季一直陪伴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在半决赛加入我们的孙毅老师，欢迎彩玲，我们的老友。咱们先问问天真姐啊，那您这个新的那个国际公司，咱们可以谈一谈。那这个告别综艺这个宣言，认真的哈？认真的啊，所以说这是真的，最后一次录节目了，这不是个梗。对，我就是觉得那个人生每个阶段应该做点不同的事情，然后这个游戏感觉已经玩很久了，所以想去玩点新游戏。那我们公司你还干吗？你怎么语气中有一种期盼呢？公司还是会管一下的，象征性的管吧。失望了吧？所以说你在综艺舞台上的最后一抹笑容就封印在这个舞台上了。是，那下半场你还看吗？因为算下一期了。Today， 今天 The whole day。好，那我们也欢迎今天第一次来的孙毅老师，欢迎您。大家好，我是孙怡 ，Hello。这个也是上半年刚比了很多赛哈。那您对我们这个赛场上这些朋友马上要比赛的，会特别感同身受吗？对，我也是比赛选手，最近。对，我也可以给他们提一些建议，但是我今天来到这儿，我觉得还是挺放松的，因为是看大家比赛嘛，跟着大家一起笑吧。也特别好。其实今天虽然是半决赛，只是对我们这些选手特别重要，对我们所有观众朋友来说，我们就是一场放松的演出，开心的笑就行了。哎，那我为各位介绍一下这个我们半决赛整个的赛制的规则。这一场是一个大车轮战。我们有23组演员，根据上一个赛段的分数情况呢，分成了2组。我们前12名组成了叫做半决赛领先路先行表演，剩下的11位朋友呢组成了半决赛追赶路，他们会在后续表演。这一场跟前面所有场次都一样，一共还是220票，215位观众，我们5位气氛组组长1人1票。表演过程中，只要喜欢随时投票，最终我们会产生晋级总决赛的12组演员，也就是说，在这一期领先路的12组表演之后，我们会产生第1位今年首位晋级总决赛的演员。首先就有请今天要展开对决的演员朋友们，有请半决赛的23组演员登场。我们欢迎半决赛领先路的12组演员。欢迎半决赛追赶路的11组演员。欢迎各位！表演有先后，但我们的期待是一样的，期待各位的精彩表现。请各位前往备战区入座。同样来到现场的，我们也欢迎坐在我们气氛组组长头上的这些我们全国各地的
脱口秀俱乐部的主理人朋友，欢迎各位！谢谢各位一直在全国的小剧场、开放麦、各种演出中支持大家，欢迎！那陪伴我们的除了所有这些朋友，当然还有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又是一年半决赛，又是一年最后一战前的最后一战，临门一脚前的临门一脚，还是会紧张的，还是会压力大的。那咱们马上开始，首先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半决赛主动选择了开场，勇气可嘉。他呢留着一头短发，上一轮讲了他乐观的老家，走到半决赛又有什么新的故事？掌声有请王悦。我那个去年节目播完哈，有一个商务演出要选几个脱口秀演员，资料全部交上去了，然后甲方把我的照片圈出来，说这男的吧，换个女的，换个女的，哦，是女的呀，换个男的。你感觉他这个话里面他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他就是单纯的他不要我，我知道我这个样子有的时候看起来跟其他的女生有点不一样哈，我留短发，长得有点像个男的，好多观众有的时候评价我说我有点那种男人以上女人未满的状态。但其实我以前就意识到过这一点了，因为我读中专的时候，我学的是幼教，我们学校1000多个女生，就我这样。但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是吧？你按照正态分布的原则，那也应该有一个我这样的正态。只是每次大家在寝室里面换衣服的时候，明明他们都换得好好的，但是只要我一经过哈，他们就悄悄的把那个蚊帐拉一下。那不是蚊帐吗？你感觉他又防蚊子叮他，又防我叮他，真没必要这么防我。那蚊帐你拉上我也看得见。就因为这样，我3年我都没有去过澡堂，两边都没去过啊。因为我知道，大多数人洗澡的时候他是不戴眼镜的。你说我这个样子，哪怕我默默地走进去，你不晓得多少人会尖叫着跑出来。我也没办法说，我走到门口我就把衣服脱了，然后我尖叫着跑进去。也不是没洗澡的意思哈，洗了的，洗了的。我3年都是自己拎着水桶去厕所里面洗的，那个厕所里面隔间又很小，基本上就属于是有桶就没我。你往那个水桶里一站吧，耶，水又没了。我后来还是去了一次那个澡堂，我是等到我毕业那天，我等到全校的人都走完了，我说时候到了啊。3年我交的学费跟他们一模一样多，就那个地方我没去打过卡了。我那天心想，我说来都来了，我两边我都去一下。但是这个事情里面最难确认的就是人全走完了这个事儿，我就只有朝着那个澡堂里面大喊，我说还有人吗？还有没有人啊？我知道这个行为非常的此地无银300两，但是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要先确认此地无银。要是有银，我就说我是包街。我那天真的好兴奋，那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进女澡堂，我拎着我那个水桶我就进去了。我一进去我就发现根本不用拎水桶，就是你目光所及之处皆是花洒。我说老子把这些花洒全部给它打开，
然后我在里面奔跑。我说啊，全是凉水。我到现在都 PTSD 了，真的，我到现在我都怕把场子整凉。哎呦，我真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进过女澡堂了。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我的错，但是我确实也不知道该怪谁。直到去年，我去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我去年去加拿大演出的时候啊，本人已经把专场开到加拿大了啊。哎呀，还没等到天真姐，已经走向国际了。现在，我一落地加拿大，当地的朋友就说要带我去一个好地方，去裸体海滩。哎，你们不要有任何期待哈，也不要想象，尤其是不要想象我。我当时一听这4个字，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我说要门票吗？因为我感觉这不是不花钱就能看的，你知道吗？我那天走的路上，我都走得飞快，我生怕我到晚了，他们都穿上了。但是我一到那个海滩，那个画面映入眼帘的时候，妈呀，对我来说冲击太大了，我根本没有一点缓冲。整个海滩上各种各样的人，男女老少一丝不挂，你就感觉整个海滩上全部都是蛏子。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我当时都说不出来中国话。我说 Oh my God， 你真的吓到我了。我当时脑子里面冒出来一大堆英语，什么 amazing， 我英语都是从消消乐里面学的。我当时感觉那个消消乐在海滩上能把那些人全部消了，真的。但我下一秒钟我就在想，我说他们都不怕手机被偷吗？我想了一下，应该也不怕。你看他手机偷了，他也没地方揣呀。但我居然第一次因为自己穿着得体而感觉到有一点点不得体。在那个场景里面，哪怕我跟大家都不一样，我没有听到任何人在我旁边发出那种没有这种声音。我知道外国人他不会，但是我更没有听到有人在我旁边 dying。 所有的人看向我的眼神居然都是平和，我当时看的我都有点过意不去了。我说我是不是也应该慷慨一点，咱们也应该礼尚往来嘛。但是我们东亚人真的有脱不掉的长衫。我们是好几个朋友一起去的，我能感觉到大家都有点那种蠢蠢欲动，跃跃欲试，尤其是月月，超级欲试。但是我能感觉到每一个人都在那种来都来了和还要回国中间徘徊，好像都在想说早知道我就该自己来。我承认我一开始想去这个海滩也是想去看个热闹，但我没想到我只看到了平静。你在那个海滩上你看不到任何的社会地位高低贵贱，你只能看得到一模一样的生命。我那天站在那，我看着一海滩的蛏子，我好像懂了一些人生道理。人和人的本质没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的只是选择而已。你看那片海滩上，大家各有各的选择，有的人就选择了散步晒太阳，也有人选择去练瑜伽打排球。原来不穿衣服还能干这么多事儿呢，我以为只能洗澡呢。但是我也做了自己的选择哈，我选择了不脱，我选择下次自己去单独脱。我回来过后，其实一直都因为那天没有在那个海滩上把衣服脱完，感到有一点点懊恼。但我脑子里面一直闪回了那天沙滩上有一个老奶奶，一个白人老太太，她是一头白发，什么都没穿，她手上举了个纸板，在那个沙滩上走来走去，纸板上印了一个单词叫 optional。我英语真的很差，我回来查了一下，这个单词的意思是可选择的，非必须的。我想了一下，我留短发是 optional， 去不去澡堂脱不脱衣服也是 optional，
天真不天真，录不录综艺，那也是 optional。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 optional， 但你记住，如果你也要去那个海滩，不带朋友是 must。好，谢谢大家，谢谢王悦，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王悦。发现特别好玩，你老说自己英文发音不好，你刚刚整个段子里，你知道英文发音最好的是那个 dying， 这也是消消乐教的英文吗？消消乐教的 ，amazing。消消乐的老板是我好朋友，可以让他请你代言。姐，你早就该回来了，我说实话。那美国读啥书不是？你赶紧的。我觉得王悦现在非常有大将之风。王悦的整个表达是从一个裸体的海滩到了内心的平静，一种很外化的大家好奇心，甚至有些煽动性的那种想法，然后到了原来人生可以这样平静的看待这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开大合的状态特别的好，这个选题也非常的好，尤其是你现写的稿子，我觉得还是创作能力非常强。谢谢珍姐。我确实就是第一次去到那个海滩上，除了震撼，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人好像是穿上衣服才会有不同的身份。其实脱掉衣服，所有的人其实只有生命而已。对，因为我其实一直习惯大家对我有一点点异样的眼光，但是当你站在那个海滩上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感觉到我跟你们所有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区别，只是选择不一样而已。对。那你以后会走进澡堂吗？如果澡堂里的人不介意的话，我很愿意去尝试。对，我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跟我共同沐浴，就是你自己开一个，就叫悦悦浴室，是吧？很好，可以，可以，欢迎大家来悦悦浴室啊，可以。其实你这几年一直都在有很多次的说到外形这件事情，但是你永远都有不同的角度再去说这个话题，让我们更透彻的了解你，也让我们更透彻的了解我们自己。其实这是一件挺难的事情的。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段子可能想把每一个大家在日常生活里面，好像你们都有被别人不同对待过的人，其实我想把大家都拉进我的这个状态和这个境遇里面来，应该都能找到一点点自己的缩影吧，我觉得啊，很好。我之前看节目的时候就很喜欢王悦，他今天讲的那些梗，我自己真的经历过，因为我也是中专学幼师的，然后我也是中专学幼师的时候去澡堂，然后见过你这样子就是短头发的女生，真的。今天你等于把我看穿，我说白了，真的。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词来着？哦，我的英语也不太好。optional。哎呦，没事，咱们中专都没学过英语，真的。optional。对，就是没有一定是选择，就是要选择一个正确的路。我觉得要让自己的选择变成正确的。所以刚刚回想了一下自己当时的那个心情，我觉得好像也有点不是很好。但是如果放在现在的话，我是很愿意接受这样子跟你一起洗澡。王悦今天接收到的这个洗澡的邀约太多了，这真是3年以来最大尺度，我真的。现场嘉宾跟选手说我们一起洗澡。各位洗浴老友是吧？我觉得悦悦浴室这个真的可行，我一会儿帮你看下这个名字有没有抢注，如果没有抢注的话，我们赶紧搞一下。不白来，真的不白来，直接开到那个什么加拿大什么的，国内国外走向国际，咱们先问问另一边浴室的2位朋友吧。我们俩感觉插不上话啊。对，那您先邀请。邀请什么呀？我说这个话题很难继续，你知道，实在没法邀约，你知道吗？对，你可以邀约，我可以拒绝。那博哥，咱俩洗去吧，咱俩洗去。哎，我刚刚的时候还在想，就是这个裸体海滩的这个事情，我在想，如果我什么情况下可以接受，我就觉得，那如果没有朋友的话，我也可以接受去，但是如果有朋友的话，我也会有点不好意思。没事，你带个脸基尼，青岛有那种的。我在澡堂就是。你在澡堂带脸基尼？因为我是东北人，我很喜欢去澡堂洗澡搓澡，然后呢，但是每次就会被人认出来。后来我就研究出来了一个方法，让别人认不出来我，就是我
在脱衣服之前，我就先敷一张面膜，然后完了我就会带着面膜进澡堂。你别说了，就大家下次看到有面膜的就是孙怡。然后我其实是有一个观点想跟您探讨一下，因为刚才您说这个看见他们就在那儿特自由啊，在那儿徜徉，特别棒哈，觉得他们特平和。但同时呢，您自己心里这个态度呢，其实也又觉得有点别扭。您又向往那个平和，但是心里还有这么一坎儿过不去。这是您怎么看的？我一开始也没有不愿意去澡堂子，我是因为感受到了别人对我的那个防备心，所以我才是感觉给别人增加了一点困扰。就如果没有那种就是让别人困扰到的感觉的话，我是完全 OK 的，没问题的。明白。对，所以您还是就心里还心思太重，老怕给别人增加负担。对，因为他们那蚊帐一拉，你知道吧，就拉上我的心门了，已经，我没招了，我真的。明白。我小时候也是总觉得老怕给别人造成麻烦，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我们到30都会变成老登啊？就我说我就会越来越觉得，我先这么做吧，反正先试呗，这亏也亏不到哪儿去，先来试试。对，可以多尝试，反正就是 optional 嘛。谢谢王悦，谢谢王悦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开场表演。请王悦先来到这边暂时休息。好嘞，请大家也都从王悦的浴室里暂时出来，好不好？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最近也是涉足了一个小小的全新的领域，想必有了新的观察啊！为什么要强调观察？掌声有请黑灯。嗨，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是一个盲人，我知道你们知道。我给短视频切片的用户介绍，因为不能全指望你们，全指望你们就完蛋了。去年不小心染上了摄影，在后台给那些演员拍照啊，盲人摄影。太简单了啊！我只要拍到人，他们就说我拍得真好，焦都没对上，说我拍得很有个人风格，是吧？有时候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拍的是谁，发的时候也不知道发给谁。有一回拍的小海发给了翟佳宁，画面上是刘仁成。哎，就这样了，还接到了一个摄影展的邀请。我说我这个水平不足以参展吧？他说让你来看，你想啥呢？我说让我来看，你想啥呢？他说哎，看展你有误会，也不一定太用眼睛，用心嘛，来感受感受。我就去感受了，他给我配了个工作人员，全程给我讲解。有一幅画面，他在那讲了3分钟，没听明白。我老婆一句话我就懂了，我老婆说不好看，走吧，下一个。看完之后就一个感觉啊，当代艺术全靠解释，就形式远远大于内容。好多人就是纯整活。有一个摄影师玩胶片的，他把那个胶片埋到土里面放了半年，说让大自然勾勒出那个画面。我心说你不解释，这谁能看得懂是吧？我看怎么就是黑黢黢一团。那对盲人还挺友好的，因为谁看都是黑黢黢一团。全得靠他给你讲。我说难怪不太用眼睛呢。一头雾水。前一阵还去了另外一个一头雾水的地方，说唱巅峰对决。不是让我唱啊，让我作为一个观众，从一个路人、圈外人的角度发表一下对那些音乐作品的感受、真实的想法。我去了才知道为什么要请圈外人，因为圈内人一句难听的都说不出来。巅峰吹捧大会。我印象中 rapper 你对抗那都得问候对方家人了，到那一看他们相亲相爱一家人，就我一个外人看不清局面。哎，听了一下就什么感受呢？他们都不是形式大于内容，他们根本就没什么内容，上来就先放狠话，哇，假狠就是那种啊我厉害你垃圾你不行我厉害。我心说你厉害你倒是拿作品出来呢，厉害就光靠说呀。然后他们就开始唱，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
感觉这歌就像 AI 写的。我说你给我写首厉害的歌 ，AI 说我用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给你写了一首我厉害，我厉害，我厉害。特别像小学生吵架啊！回去查了一下，发现我错了，初中生。有一组人气歌手，他俩唱了一首歌，说他们那个厂牌以前曾经多么辉煌，10年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我说这不全内部梗吗？这不是企业年会上该唱的歌吗？兔老板挣着钱了 ，PUA 员工说我们再加油，我们这不容易。他连年会都不如，他都不抽个奖，他。然后就被他们粉丝骂了，追着我骂，骂的最多的说我态度不好，说歌手在台上唱歌，我在下面玩手机。我看歌词啊，你们那些哥哥唱的一句都听不清。这一首歌如果盲人听不清，那就没人能听得清。还说什么你不了解，你凭什么在那瞎评论？你来录节目至少先做个背调吧。我说怎么评论还不能评论？别说你个音乐节目了，摄影展老子都去看了。听个歌还做背调，我真要背调了，我就不来了。还巅峰对决，那巅峰的歌手一个都没在。还有那种骂的搞笑的，说你装什么装，还戴个墨镜。起个网名叫黑灯，就真当自己瞎了吗？我说你凭什么骂我？你做背调了吗你？啊！我也是第一次被人这么骂，说你以为你瞎了，你就真的瞎了吗？骂我就骂我，饶舌还给我。众多骂我的人里面有一个人，那个人素质断崖领先。他会换位思考，他会替对方着想，他怕我看不见，他发语音骂我。骂的最难听的一个，骂的非常的脏，说还讲什么内部梗，内部梗谁说得过你们脱口秀演员呢？我说骂到我心坎里来了，这就是脱口秀最大的问题，你发现没有？内部梗太多了，新观众根本听不懂。你要把这2个节目录制的观众换一换，2群人都懵了。那个说唱听众来到脱口秀录制现场，上来个一丑八怪，跟你讲那个赵栋带着马雨辰去走红毯了，听不懂吧？就是这种感觉。赵栋是谁？赵栋是南瓜。你要没看过3年脱口秀，南瓜你都不知道是谁。都说脱口秀门槛低，那是讲。听脱口秀的门槛现在非常的高，听个脱口秀恨不得你得给他加30个注释才能听得懂。人家大作家那个硕士论文都没有30个注释。所以啊，要想有传播、有热度，要想你就得讲所有人都能听得懂的东西。我还是拿说唱举例。谢帝，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什么？那是糯米的作品。你说讽刺不讽刺？这么多年了，谢帝最广为流传的还是那个“老子今天不上班”，这是真有内容、真的情感，才能广泛共鸣、触动内心，对吧？你就应该写这种真的东西啊！所以，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大情绪吗？因为我是最大的内部梗。去年节目上就这帮人 Q 了我19次，对面节目我还去了5次，我都给剪出来了，9分多钟发到网上去了，你们回去可以搜一下，名字叫《黑灯笑话大全》，但准确来讲应该叫《笑话黑灯大全》。不好笑，就硬 Q， 但凡有个看不清的，就是黑灯。我也不能板着个脸坐在那，显得我这个人小气，我就开始真人秀。我说，我心里想的，去你的，是你的票吗？
的票呀。他们满票220，我应该870。所以朋友们，写点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好段子吧。你不能预设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病情呀。别说别人了，我自己都不太搞得清楚我的病情，也是最近才搞明白的，对吧？所以，我以后每次上台，我会先介绍，我说大家好，我是黑灯，我是一个盲人。啊，为什么结尾还要再说一遍？因为有的短视频切片，他会给你把头给切了，是吧？我讲，接着讲。谢谢黑灯。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并锁票。大家能听出来，这黑灯今天情绪蛮大的啊。我是庞博，我在这边，我在那边是吧？无所谓，无所谓。黑灯今天除了这个内容之外，还带了一份这个通缉名单，对不对？是，请看大屏幕。这是我发的那个江湖笑话黑灯通缉令，线下谁给讲了黑灯了，全给记下来。我看着我呢，还有我呢，还有你啊，还有你。哎，我没讲吗？我也讲了，没写我呀。我自首行吗？我自首，我跟谢谢自首。我刚开始说了，我说，哎，你不让你们免费给我看当眼线，发现一个奖20块钱，很快就发现太多了，后来就改成5块了，你们看到没有？还有好多钱没付钱呢，啊，真的很精彩啊！大林怎么样看这段？我是感觉到他好像比以往更愤怒一些，更激动一些。是，其实我今年就觉得，在所有选手当中，就是黑灯的表演是让我最期待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在上学的时候都在班里讲过笑话，特别容易让大伙儿就乐了。因为你就拿这同学和那老师开玩笑，他没有不乐的。这同时也是一种内部梗，但是我觉得很难啊，很难。到决赛我觉得都不会没有这个的存在。这个东西有时候也是快速的拉近你跟观众的距离，对，一句两句的没什么。黑灯这几次表演的作品态度都特别明显且特别的辛辣。啊，他没有就停在自己这个个人的事件上，比如之前说病情、说反诈骗什么的，我觉得起码说了一点社会议题，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是有一个观点、一个态度，但没他这么锋利，没他这么有这么旺盛的生命力去支撑。其实黑灯老师去的那个隔壁节目我也看了，然后我还说最新一期怎么没有你了？被骂走了。因为我觉得你在那个节目上比在这个节目稍微 peace 一点。我都是笑着说的，他们说我冷笑。就他看你不对，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对，我觉得可能是你在那个节目，反而我觉得可能是被骂的比较多，然后受了挺多委屈的，然后在这儿把愤怒全都表达出来了。我今天看就是这个感受。黑灯，这又是你新写的一篇是吗？因为最近才挨骂。本来是要录一整季那个说唱节目的。没打算来录喜单，跟他们聊好了，然后后来回来比这个来了，我说那我就不去了。他说来一期就骂成那样，幸亏只录了1期，脱口秀救我一命，今年是。这一季尤其的觉得你的那个能量和你的愤怒，然后你的情绪都扑面而来，你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你可以源源不断的去观察，就我特别想知道你会有一种会枯竭感吗？还是说你一直持续的都是那么旺盛的一种创作的状态？有生活就可以，有生活就不太用内部梗，你就可以不断的有素材。我觉得是你足够的敏感，也是足够的纯粹。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生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像你这样能创作出来这么有态度的东西的。谢谢。我觉得黑灯像一个探照灯。就是但凡被他的探照灯照到的地方，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监控式喜剧。对，这我觉得是一种很强的能力。它有一种那种全知全能的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它只要扫描到了，然后它就会进行自己的数据分析跟一些结论。然后这个角度又特别的辛辣，有的时候内部梗它就会拉高观众的门槛，让自嗨的人觉得哦还不错，但是新的人又没有一个契机让他进来。所以我觉得今天黑灯讨论的这个内部梗的话题，它是各种行业、各种文化传播，它如何打破一个边界，让更多的新的人愿意来听、来看、来享受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是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然后我也觉得黑灯功力越来越强，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观察家，也越来越像一个社会评论家，也越来越像一个 rapper。
他们第一季说唱的时候，我觉得哇，耳目一新，就耳一新吧，可能就是。你这也不怨大家，这玩意儿确实好笑。这是后来就没怎么听了。然后他们找到我的时候，也是想说你从一个路人的角度去，让他们听听那种你得怎么打动我，你把这个盘子做大，你就得吸引那些人过来嘛，对吧？结果去了之后，他们反而说，哎，你不懂，你凭什么来？我刚才漏了一句，就是说不管是什么行业，脱口秀也好，当代艺术还是那个自嗨，就很快就会完蛋了。我爱脱口秀，我不想它完了。所以说回来，他也是爱这个说唱的啊。要是这事情跟我完全无关，我也就没有那么多想说的了。但我觉得很妙，给你放在前面，这个很好。给后边选手，万一有内部梗的，有时间能改一下。我改的乱七八糟，都演的不好，寂寞，堵死所有人的后路。谢谢黑灯，谢谢。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急什么？我的身份你还不知道吗？你是？我是淘宝闪购悦享会员啊！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提1对1起送券，喜提1单夜宵不错过。从你专业的角度分析，来野餐能不能自带酒？从不同专业的角度分析，应该都没人不让带。但你也没必要酒水、饮料、烧烤、汉堡都自己带吧。淘宝闪购点外卖拼团太优惠，多场奖没毛病。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喜提1单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我想，哎，你干嘛？我可是正经人啊！啊，想吃东西啊！淘宝闪购够快够好够优惠，喜提1单买起来更上头。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朋友，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内部梗啊？已经给你拖了足够多的时间了。这一季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东西，有美式咖啡，有中产的公路车，还洗脑过魔镜，最终发现自己就是一位来自东北的美式小伙。掌声有请于博。嗨，朋友们，嗨，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博，这篇暂时没写内部梗，暂时没写，我又来录制了，辛苦你们，录制就是很累啊，我一来录制，我天天熬夜，我这段时间已经熬到了一天3、4点钟睡觉，我和老家都熬出时差了。我现在一来上海害怕，我说这哪是上海呀，什刹海。是因为我之前没有那么敢熬夜，我之前一熬夜，我妈就管我叫慢性自杀。每天准时10点一个电话打过来，于博儿子10点了，立马放下手里东西倒头睡觉。现在放下睡觉10点。我一般在从剧场骑电动车回家的路上，我说是2只手都放下吗？不让慢性自杀是嫌慢。熬夜吃点夜宵，慢性自杀；炸串烧烤，慢性自杀。那怎么可能？我和女朋友在一起熬夜吃点那个炸串烧烤，多开心呢！这最多算慢性殉情。我妈不能理解，因为她是不懂表现温柔的人，她还以为殉情是古老的传言呢。不是，你说她真健康吗？也不是，她只是不吃外边的东西，光吃自己做的饭嘛。但问题同样，如果当天不做饭，就是头一天晚上，或者前一周自己做的饭，饭放时间太长了。我家吃的腊肉全是上一顿的鲜肉，冰箱端出一盘剩的小鸡炖蘑菇，第一顿没放蘑菇。他自己会长，以为自己做饭健康，最后就活在对安全的幻想里，因为真出事自己意识不到。有次豆角没炖熟，凉拌豆角他都没炖呢，我上医院洗胃呀，我就这还嘴硬呢，非说那个胃洗更干净。有人为爱奔赴，我妈为爱干净，对吧？但这就是我们的区别，对吧？我知道我吃那玩意儿可能外边的不干净、危险、脏，但我能提前看得见，
就能预防，对吧？麻辣烫端出来，看着黑色液体小勺，我就知道去厕所吃。只需要磨成粉末当蘸料吃，吃麻辣烫就是要坚持不懈。最后啥事儿没有，这里面就是我的价值观。但我不能真的这么干，因为我如果真的只吃自己想吃的东西，我妈就告诉我这叫挑食。挑食是我的问题吗？挑食好像是我从小到大家庭关系里的霸凌。为啥家里边只有小孩挑食，爸爸妈妈从来不挑食？网上说，因为他们只买只做自己爱吃的菜。那你要理解这个，这就是霸凌。我被霸凌24年，我以后有小孩，我也只买自己爱吃的菜，然后骂他。小崽子真挑食啊，这不吃那不吃的，那火锅不吃，烧烤不吃，啤酒不喝，可乐不喝，你想喝什么？麻辣烫也不吃，这玩意儿你爸年轻想吃都吃不着。麻辣烫，现在小孩儿，生在洋国不知福。老说我吃那玩意儿没营养，对吧？我不排斥营养，我热爱营养。我现在边喝可乐边吃钙片，我喝可乐往里边加钙片，这都脆波波。是因为话语权在上面，他们定义我挑食，同时定义我吃的东西叫垃圾食品，就吃。每个垃圾食品都有自己的传说，名菜才有传说。听过吗？就那炸鸡，说那鸡是拿6只翅膀的鸡做的，拿那老3头6臂的鸡做的。大人用这种传说吓小孩不敢吃，怎么可能？小孩听了肯定特别想吃。谁吃过3头6臂的鸡呀？谁见过呀？3头6臂就见过哪吒，谁吃过油炸哪吒呀？吃油炸哪吒，我要卷敖丙。老陈塘关鸡肉卷这一块，老拿都市传说吓小孩不敢吃，有没有可能反而会激起小孩的好奇心呢？对吧？我们小时候那老谣传，那时候有个辣条，说是拿他爸做的，拿他爸做的，这辣条谁听了不想吃啊？你不好奇吗？我借钱吃，那辣条我从1年级开始吃，该说不说，他那真好吃，感动，想替他给他爸尽孝，想给他爸烧纸，边吃边在配料表里找他爸的名字。后来看他爸好像叫亚硝酸盐，就吃，因为我们有这个能力，我进化到了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靠的不是我的利齿爪牙，而是我 pH 值大概1.3几的胃酸。这是全自然界最厉害的消化能力，对吧？巧克力狗吃就死了，我吃就开心。人的身体比各位想象的更强大，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喝92度的开水，没有。但我爸可以。92度接出来好不好？92度能直接在他胃里边做手冲。92度，我爸不怕开水烫，我喝不了，我爸就骂我。小崽子，细皮嫩肉，这一代小孩娇贵废。92度算什么？你爸年轻搁工地干啥的？端铁水的，融化的铁水，能理解，因为你端的玩意儿1600多度，对吧？问题是你那个嗓子是怎么练的呀？端的满满一盆铁水，要洒了，他说：“哎呀妈呀，练去嘛，那92度算冰镇。”朋友们，我们不是永远都要吃正确的东西，因为我会自己消化。
我小时候吃过橡皮、笔盖1毛钱、卷笔刀，我还活着。杀不死你的会让你成为更好的文具盒。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朋友们，就连笑话也是一样的。就算你觉得今天的笑话不正确，明早你就消化。谢谢你们，讲完了。谢谢于博。喜欢于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于博特擅长找一个极小的切口哈。其实最开始还是只想聊挑食，然后最近想把它往上拉到对正确的追求有点太极端了，我就想稍微点一下。我是那个地方拍的，就是你说小的时候吃过各种，我就是突然想到了，就是现在都说我们的什么90后啊、80后小的时候很难杀，因为大家小的时候真的吃过很多。我在想，我小的时候吃过那个油笔的那个油，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嘬没嘬过，然后嘬的一嘴都是那个。但现在想想，如果要是搁到我现在的孩子让他要去玩这个，我肯定会拼了命的阻止。但是想就是觉得挺有共鸣的。然后你又说吃一些垃圾食品什么的，就是我也喜欢吃，我平时也就爱吃点这种什么火锅啊、辣条啊什么的，只要就着补鸡一起吃就行。对，然后你说的那个长了6个翅膀的鸡，这个我真的听过。6个翅膀的鸡，那不堕天使吗？我是听到后边我才明白为什么叔叔要喝92度的开水，因为你妈爱生拌豆角，在胃里给胃在里头给它弄熟了。不行啊，您回去跟叔叔阿姨说也甭费劲了，咱直接就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更优惠。也行。我只是觉得您今天是怎么好像和大家没有特别同频到那种大家都特嗨的那个情况，然后明显感觉您后边这状态就没有前面那么激动。上来其实那开门包袱都挺好的。我其实一直担心就是后面这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尺度有点大吧，然后就会有点担心大家 get 不到，然后就可能。那可能就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您说的时候，您自己心里就有这种感受，就担心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别扭什么的，就您没有坚持，您要跟黑灯似的，我是，是吧？你看他就很笃定，他就说就这样，就这样，对吧？你刚才要这样，我们可能也就吓乐了。一些未发生的风险好像比发生了的影响还大，是不是？对，我觉得你的这个选题是拿了一个特别小的切入点，掰开了揉碎了，在讲挑食的一些细节，然后你的很多表达，比如说爸爸辣条那段，其实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但你整个人的声场跟气场又比较低，所以它本身就会有一点情绪起不来。没办法。我本来也不是会用情绪引导的，我觉得不是所有东西都要在当下爆炸的，没事儿的。我之前说过，我说我特别喜欢你说话那个黏糊的那个劲儿，但今天那个黏糊呢，好像是真黏糊了，倒不是说非得爆发的去演，我觉得可能还是你自己不是你自己最舒适的一种状态，是吗？还行吧，可能是接黑灯比较害怕，我不吃人，我也比较懦弱。有的时候现场并没有如我想象的一下子就起来了，就是你回味一下他刚才其实那些点以及那些包袱他都在，也都挺好，但有可能真正到了网络上那个回馈是还不太一样，这有时候现场跟那个实际网络观看的那个感受是会有一些区别。挺好，来，掌声给于博，请你先来到我们身边。我觉得这篇稿子很好，他这篇稿子是需要时间去想的，是需要时间去看的。准备好，在我看来是我当下最想说的东西。我觉得最近这种感触就是大家只允许一个道德完人的出现，所有歪理都不给他任何包容，这个在我看来是反喜剧的。我想试着阐释一下，正确不是当下最重要的东西，但目前看还是道阻且长。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但是介绍他很简单，只需要3个字儿，叫嘿嘿。我们掌声有请韩宇。
嗨，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海宇，你们好。谢谢大家。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第一轮录制结束以后，其实节目组跟我说需要回我的甘孜藏区老家拍一些镜头。很开心，我们一起去了6个人，就我高原反应了，丢脸。一个高原孩子有高原反应，就好像鱼怕水，鸟恐高，屈原不会被离骚。好不容易把他们带到我家乡辽阔的草原上，他们说的话我真的听不懂。原话看着我，还有这样：去跟那个牛说说话。我一过去，家乡的牛就冲过来撞我，从甘孜牛变成广东牛，顶我的肺。他们看不懂这一切，还说呢，好神奇啊！你刚刚跟他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他能冲过来撞我啊？我说嘛，把你带到潮汕去。还是我表哥在旁边很会安慰人。表哥看着我说：“哎，你这么想，幸好牛是冲过来撞了，幸好是撞了，他可能是看见红了，也许，只是也许啊。”我很感谢我表哥，他就是一个这么会安慰人的人，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及时行乐的人，非常洒脱。他每个月工资不高，但每个月把工资发下来，他会固定的做几件事情：疯狂的买新衣服，疯狂的去电竞酒店上网，疯狂的吃夜宵。他把这些行为统称为爱自己。我说你这个也就叫喜欢自己，因为爱是克制。他说。那我最喜欢淘宝闪购，因为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他喜欢淘宝闪购的优惠，我喜欢淘宝闪购的商务。不喜欢他这个行为，因为他现在爱自己爱得有点太过了，爱得有点过。他经常借我的钱爱自己，以我的名字呼唤爱。我说你借我的钱爱自己也算爱吗？他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天津人，这就是爱。但我发现确实，如果你像他一样时时刻刻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很多生活中的事情你就是可以解决。真的，之前跟他一块打车，碰到一个司机阴阳怪气，打个电话过来说：“哎，我现在开车过来接你太堵了啊，你自己走过来吧，3、5个路口。”3、5个路口不知道怎么办。我表哥抢过电话，感觉他认识那个司机。我是不是跟你说了我今天很累，加班3个小时，知不知道？然后就用一种带着撒娇但是又命令的语气跟那个司机说：“快点过来接我。”司机就过来了，好一招亲密爱人。我都怕那个司机开车过来接我们，第一句话不是手机尾号，而是对不起宝贝，来晚了。没边界感，这就是他。说话他是不分场合的。之前我也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我很羡慕的那种幽默感。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因为学意外去世了，死掉了，很难过。当时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儿聊聊天，分分心。我表哥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来，提前嘱咐害怕。我说今天有特殊情况好不好？求你了，拜托，就今天注意分寸好不好？就今天注意分寸。他说你放心吧，没有问题。推开门，第一句话，我听说今天有人死了。但那一刻，房间里的人跟大家一样都笑了。他就是这样，说话很直，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不害怕。他现在的具体工作，其实是在我签约的俱乐部做场务。很多你们熟悉的脱口秀演员，在出名之前都去我们那演过，都害怕他。因为他有一次直接看这个演员跟他说：“哥们儿，你这个专场就不要出来骗钱了吧。”那演员还没红呢，脸就绿了，说咱们这 report 是当面发吗？他现在也进步了，已经学会阴阳了。但凡有一个外地演员在我们俱乐部演差了，他就会在那喊，他说：“哎呦，
咱们这个剧场安检是真严格哈，炸的东西一个带不进来。因为我表哥喜欢说唱，追求这种 real 的感觉。他每天在剧场检完票就开始写他的蹩脚韵脚，过来给我展示，说：“哎，哟，弟弟，你能不能不要再叫那个人演员老师？在我看来，他充其量就是一个圈钱小资，他的喜剧技巧也就骗骗他的粉丝。怎么样？”我说：“我感觉你的拼音就学到了滋呲。”羡慕他只说真话，因为我觉得这个社会没有让他变得圆滑，对吧？这个社会我觉得需要很多个表哥，但是很少有人愿意成为表哥。我在想，要是表哥可以随身携带就好了，对吧？他太适合用来戳破我们社交场景里面任何的那种虚假泡沫了，对吧？你跟那种半熟不熟的朋友吃完饭，他跟你说：“哎呦，那咱们下次再约。”你直接掏出表哥，表哥看，跟你吃一顿饭已经很给你面子了。你就在旁边，嘿，话也不是这么说，多好，既当了你的嘴替，又衬托了你的高情商。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我表哥可以这样说话？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表哥的名字，静脉多吉，翻译过来，无所畏惧的金刚。哎，我就做不到。我现在有那种做自己的困境。我觉得有些场合就需要说场面话，那我就不能做自己。但我表哥不说场面话，每天睁眼就做自己，每天早上一觉睡醒，当金刚去喽。所以这趟来上海录制节目之前，我跟他聊了一天，我问他，我说我怎么可以才像你一样真正的做自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那天发现，原来11岁的我早就在 QQ 空间发表了同样的话。圈子不同，不用硬容。谢谢大家，讲完了，拜拜。谢谢韩宇。喜欢韩宇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韩宇。这回咱先问问黄渤老师吧，这韩宇这个一轮又一轮走到半决赛了。能这么直截了当啊，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但是其实，人经历过种种，或者说人生走过半程，就知道想那么直接其实不是太容易。就比如说坐在这个舞台上，对，都想表哥一下。我就也认识好多藏区的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诧异大家的那个聊天，他省略了好多的形容词，他直接直表胸臆的直接给你最后的结果。一开始其实我第一次我说了，第一次韩宇上台的时候，我是担心的，因为他跟在2个很强的选手后边。然后后来第2次他夯实了，你觉得他的实力汹涌跌落呀等等的。这次又是把一个特别轻松的主题，以一个这样轻松的方式，就这么轻松的扔出来了。我相信这个大家看了以后会有同样的感受。希望你不要老被牛撞。我特别期待韩宇，但韩宇你没有我想象的高。我看节目就觉得你是个非常高大的人，我不说你矮的意思。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评价，不好意思。平原重力大，真是。我跟你说，我在看我们那个喜单首席上线的时候，那天我真带着我爸在美国自驾，我就是放着声音在听嘛，然后听到你讲给黑黑那段的时候，我就下了高速找了一个地方停下来，然后看完了整一篇，因为我觉得太精彩了，太热血沸腾了，然后太有那种辽阔的画面感，就觉得你讲脱口秀的像带了一个外挂，那个外挂就是描绘出的整个你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就是创造场景能力的脱口秀演员。今天听到你的这个讲述，我也会觉得你的表哥就活灵活现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他叫啥？静脉多吉。静脉多吉。韩宇表哥。我觉得静脉多吉特别适合坐在我们这里，我都很想听他坐在这里来点评一下。他早就想坐在这里了。期待静脉多吉对节目的 reaction。对，请他专门写个 report。好。之前看过那个给黑黑很火，我知道，然后在网上传播的也很火，我就觉得不像那种新人那种有拘谨或者怎么样，能感受到他身上就有那种川藏男人那边那种洒脱的那种
那种就融入了他的表演里面，感觉是一气呵成的，能感受到他那种洒脱。我看了真人秀里面那个你们回家的那个片段，然后你的2个朋友左右夹击在攻击你，在那数落你，就感觉你很弱小、很无助。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很就是像你表哥那样的人，对。然后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你是到了大城市之后，你其实自己会磨掉很多棱角，或者是你的心绪变得更内耗了一些的感觉吧。对，是有一点。我觉得他很有意思，我就把表哥分享给大家。然后也是因为半决赛嘛，然后前面3轮我一直在讲家乡的一些东西，我就觉得到了半决赛也要跳出这个藏区这个身份，然后说一些其他的，挑战一下自己。但是还是让我们能感受到你的脱口秀会是一个窗口，让我们去看到那个美好的地方。谢谢。就是我听您这节目，包括头里王悦那节目，其实都有一种对自由的向往。我们一直心里都会有这种自由的一个向往，也想自己稍微能做一下自己，不用太去想别人。因为我们从小被教育都是说你得考虑别人，你得换位思考，你得站在别人角度怎么样，就是内心也会有这种真实的渴望。您对表哥其实是您挺希望他能够带给更多人这种想法的，是吗？对，我表哥他特别爱自己，天天就买衣服，吃夜宵，天天就爱自己。他现在带着我们俱乐部的所有人一块爱自己。听起来可能很快就没有这个俱乐部了。这就是爱，这就是爱，挺好。好的，谢谢海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海宇来到我们身边。我就是含蓄、胆小、社恐、怯懦，表哥就是热烈、大方、莽撞、热情、横冲直撞那种感觉。表哥的边界感都在我这儿，不好意思。他作为一个30岁的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他完全不考虑后路，就每天开开心心的生活。他就经常说这句话：“你焦虑啥呀？你看我就从不焦虑。”说我一天只干就2件事情：练帅、工作。Let's go。他的口头禅是用标准的四川方言说帅，一定要歪头，帅，买彩票中了，帅，吃到一顿好吃的夜宵，帅，弟弟晋级了，帅。打游戏就是帅，这韵脚太帅了，嘿嘿，帅。他肯定希望我越走越高。我有一个祝福啊，就给到我弟，想了来时路，想回高原重新来过，就算6年再长，也不会把高原雄鹰埋没。但是他也说过，要是走太高的话，家里就剩我一个废物了。我表哥幽不幽默？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在生活中啊，经常就睁大他那双发现丑的眼睛，而这一次他又盯上了谁呢？掌声有请辛博。嗨，大家好，我是辛博。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耐心，生活里活得就比较着急，没上班我就想下班，吃外卖吃什么不重要，我就挑那些送得快的，我要闪购。这儿没有商务啊，我自己主动讲的。我着急要，这好像就是一个着急的时代。其中一个小表征是我发现电梯里边最容易坏的按钮就是关。我不知道你们上了电梯我就想关，要是透过门缝我看有人朝电梯走过来，我会先假装没看见，然后在心里边盘算他跟电梯的距离。他要是来得及，我就摁关；他要是还来得及，我就道歉。不好意思，没看见，我错了。但其实是我算错了。他要是来不及，我就会微笑着跟他对视。假装摁开，实则摁关。我把他笑着送走。随着电梯门越来越窄，留给我的表演空间越来越小，
快点儿，快点儿，按不开呀、电梯坏了，但没我坏。我甚至觉得电梯应该把那个开的按钮给它抠掉，这样就能再装个关，双关。两个一响，咔嚓就关，电梯快门。但好多时候电梯里只有我自己，不光只有我自己，我会经常遇到那种道德模范，他看到有人他就摁开。你问我了吗？浪费了我的时间，你收获了全部的感谢，人家上来就说谢谢你大哥，我心想我是你二哥，你应该说感谢家人们。凭什么一个人能替我们所有人做决定？应该投票，同意开的举手，道德模范肯定举双手，他就没法摁开了。但没用，不用手，他会用脚卡着那个门，那门让他守得死死的。我说就你慈悲是吧？你那是佛的脚。但要是我要上电梯就不一样，我上电梯，我看电梯门要关闭，我就会尖叫。他能装看不见，他不能装听不见吧？等一下。海豚音，频率高到隔着电梯门，我能给里边的人做 B 超。上去了我就质问他。你是不摁关了？你少装没看见，你再按一下试试。你不按我按了啊，我后边又来个人。我不喜欢商场高峰期的电梯，商场高峰期的电梯，想下你得先上，想去负3楼得先去7楼，上海飞北京得去新加坡转机。电梯门一开，外边的人就问我：“是下吗？”我说上，他就上来了。我说的是方向，他得到的是指令。我拿他当人，他拿我当主人。我还是个 UP 主，还得站在我旁边自言自语，装成恍然大悟的样子。哦，上啊，真厉害，在电梯里还能找到台阶下。我不说，他电梯都看不过去了。电梯说关门，电梯上行，他就表现得勉为其难，行吧。我说你还勉强上他，珍惜吧，上行的东西不多了。好多商场会做那种观光电梯，非常愚蠢。不光得挤，还得让外边的人看我在电梯里边挤得有多窘迫。谁会去商场观光啊？能看到啥？最多的就是一个全国小炒肉大王。我不说话，旁边的吊服广告直接阴阳他，太二。在电梯里，你能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上了电梯，啥也不按，就按手机，门一开，他就往下走。几楼？楼层按钮明明已经亮了，非要伸手过来再按一次，甚至好多时候要从我的腋下伸手过来。但是朋友们，众人拾柴火焰高，众人按钮它会取消，我就得再按一次，同时夹紧我的腋下。我最讨厌的还是工作日早晚高峰的电梯，早高峰人满为患，
我都能用舌头刷前面人的某音。超重了也不下去，在那儿调整站姿。我说要不咱们试试单脚站呢？好不容易门马上要关上了，唰，又让外边的人摁开。你能听到电梯里所有人的呼吸声都凝重了。大家有一种火箭发射失败的失落感，背个双肩运动背包往上硬挤，抵在我的胸口。我说哥们儿，你这个包，他说李宁的。我问他晚上是不是要去打羽毛球，他反问我你怎么知道？我说你看看拍都插我嘴里了。这种情况他还是能够一句话就点燃电梯里边的所有人。谢谢，帮我摁一下2楼。比开更应该抠掉的呀。晚高峰，电梯下降。当电梯停在2楼那一刻，所有人内心的想法就是：这个人如果腿没断，咱们就动手。我一看又是李宁羽毛球哥，我说来，你上来，我下去，我去2楼到1楼的楼道里看看，是不是林丹在这儿等你呢？做脱口秀我更着急了。脱口秀的大楼大家都想上，每年就2部观光电梯，这边一部那边一部，还是得挤，一挤动作就变形，观众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焦虑。我想做脱口秀好笑的及格线，电梯能挤就挤，挤不上就走楼梯呗。走楼梯虽然慢，但起码我知道自己一直在上行。谢谢大家，我是辛博。谢谢辛博。喜欢辛博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锁票。天真姐怎么一脸慈祥的看着我？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辛博，然后我觉得他今年又变帅了，是因为结婚的原因吗？也有科技了。好真诚。科学的规划瘦身啊，就是科技。我觉得你的脱口秀特别像我们每个人内心有很多个小人儿，比如我坐电梯的时候，内心也会有个小人儿说：“哎，赶紧把电梯关上，或者哎，你别上来了。”我觉得你就是把那些小人儿的声音一起说出来了，就是这是你的长项。然后我也很喜欢你的今天的前面一大段对于电梯的观察和最后对于脱口秀这2部电梯的比喻，就是能够看到你对这个职业的深沉的爱意，所以今天的整个表演我非常喜欢，谢谢你。我觉得他的话题很有共鸣，他能把大家可能都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很精准的描述出来，然后可能这些东西呢又不太能跟外人说，感觉是自己的一些小心思。我觉得他自己有一个独幕剧的感觉在上面。因为其实我个人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多时候人想的都是自己那边小心思，其实我想写的就是这份小心思。然后观众是上帝嘛，你们笑就好了，对吧？就是每一次看，他就是罗斯壳里做道场，就是一个小小的电梯间里边这个玩出花。但是你这次一开始把自己放到了一个反面人物的角度来去做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是觉得就最终的那个小小的空间，跟你到最后大大的心愿啊，然后以及对自己最后那一句的那个总结，因为这个坐电梯上下不由己，但是走楼梯哪怕难一点，每一步都知道自己要去的方向，这个我很喜欢。谢谢黄渤老师。刚才天真姐说黑灯像探照灯，然后我觉得辛博特别像那个小夜灯，就是它无处不在，它就一直在那亮着，然后它能观察到我们所有人的细节。刚才听着其实挺感动的，就觉得哎呀，就是你很热爱脱口秀，然后我把我的那个心情也给燃起来的感觉。然后你说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光是在说那个
脱口秀的电梯，其实我们人生的电梯也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你很好的给转换到了我们人生的路，你到底要不要上这个电梯，还是你要走路，就很巧妙的一个段子。其实我喜欢您前面哪一点呢？天真姐说的呀，我觉得他不是小人儿，他是小人，小人是每个人都有恶的一面。然后呢，他其实不害怕把这面展现出来，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然后包括他刚才讲的在电梯里会怎么想，同时他也表现了他在电梯外会怎么想。我一开始以为您这个故事会以双标来为主，因为每个人确实也都是双标的。我没想到后边咱还是往的那个电梯不文明现象那儿领了，所以我特别期待您后边能不能咱有点这种讲双标的故事，我挺期待的。好嘞，后边我努力。说到那个，就坐电梯的朋友，咱问问那个楼上的那个彩玲，这也是你的东北老乡哈。我俩是铁岭姐弟，我一直很喜欢新博，就是去年新博对他自己要求特别高，去年我让他帮我看稿，我当时是1500字的稿。他给我删完剩700了。他跟我说过，说观察式喜剧其实你如果做得好，就应该是一句一梗，因为你不需要太多的铺垫，你说的都是跟观众共同的经历的最大公约数。我非常开心，他写了他新专场，恭喜你，新博。谢谢。对。那么借着这个平台，我要安利一下我。对，我的新专场叫《爱的最高级》。好嘞，那谢谢新博。老舅就该讲电梯，他就应该叫王宝石。他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可以把很多人在生活中经历的事情以一个旁白的形式念出来。他真的是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观察生活。新博挺厉害的，经常遇到那种很碎的小想法，能在脑子里面就一闪而过，可能想不到用喜剧方式处理它，但新博能把它处理成一整篇，就是那种最细微的生命体验。做观察的人大概率是不自信的，内心敏感的和怯懦的，都是我自己，都会在脑海里边脑补无数种方案，如何解决这么一个小问题，然后坐在角落里边去观察。他要求你人敏感，你得注意，愿意去发现，或者是不经意之间，你就能窥到生活里边那一个小触角，然后一下就给它薅起来。我每天会遇到不同样的人，我就会记录我自己产生的一些小心思。现在整体素材数量应该已经过2万条了，啊，丹哥在台上说了，应在生活，你才能够观察到生活中的东西。生活呀，你每天只要你正常的生活，它就会主动投在我的眼睛里。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大家都一直以为他的统治区是天空，但其实不止，天上地下无所不能。掌声有请嘻哈。半决赛了，看得出来还是比较轻松啊。本人也是一边玩耍一边创作。前段时间休息的时候，就喜欢跟朋友一起去玩玩密室，知道吧？啊，刚开始还好，喜欢玩的是一些解谜类的、机关类的，很解压。后来就大家开始进阶，开始慢慢的玩恐怖的，逐渐变态。我确实理解不了为什么大家愿意在忙碌1个星期之后，花200-300块钱进去张一群鬼来追你啊！乐趣在哪里啊？啊！在这里吧，找到了。我是不知道你们，反正我如果工作完1周，我自己就已经像个鬼了。有一次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说我真的很害怕恐怖密室，我不玩。他说你一个体育生，你跑这么快，你怕什么呢？我说有没有可能正是因为害怕才跑得快呢？我说恐怖的我不去。他说不恐怖，你看嘛，显示了页面给我显示非恐，到了才知道非常恐怖。有时候2-3个人去，到了还要等陌生玩家拼场，更不想玩。直到我看到4个1.88米的大帅哥走进来。我正在那上下打量的时候，老板说人齐了，这4位是体育学院的学生，跟你们一起拼场的玩家。我当时心里面说 action， 嘴上在喊
怎么玩啊？第一次玩就很害怕，太害怕我就不去了。但明显感觉那几个弟弟就是为了画一个圆满的句号，玩这个密室再回学校的说：“姐姐你们不用怕，一会儿进去你确实害怕，我们就把你围起来保护你。”我当时在那个地方跟老板，快点！很快，老板就讲了一下规则，让我们每个人签一个协议。玩过的朋友应该就知道，会签一个协议之后，就很快进场了。进去之后，鬼只要一出来，他们就立刻围成一个圈，把我围在中间，然后就开始跑。我那个头啊，就像那个台球桌上白球一样，在8块方形的胸肌里面弹来弹去，弹得我神清气爽。但是后面每一次鬼点一出来，我还是很害怕。我害怕这一切结束得太快。活了20-30年，自认为是一个强悍的女人，没有人能真正保护我，但在那一刻，有被保护到。他们4个像花瓣一样把我紧紧包围在中间，我在中间旋转跳跃，但不闭眼，转得我眼花缭乱，根本不知道看哪一朵花瓣。原来这个就是花心的感觉。当我沉浸在花心的世界里的时候 ，NPC 突然开始过来分配所谓的单线任务，要把我们所有人分开。凭什么？谁给你的权利？我的钱花在哪里你不知道？他把2两分成第几关，回到哪里干什么？到我这个地方，你一个人回到第1关。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啊？你知不知道花瓣离开花朵是会死掉的？当花瓣离开暗香，还没等我唱完，他就开始暗箱操作，告诉我，一会儿灯光熄灭之后，你将独自穿过一条走廊，打开对面那扇门，记住进去找到鬼新娘留下的梳子和钥匙。我当时就观察到，这条走廊的中间还有几扇门。我就知道，在我通过这条走廊的时候，没那么简单，有一些鬼东西一定会出来。但是大家不要忘了，我是干什么的？我是学体育的，我跑得快，我歘的一下过去，趁他们还没出来，就把门给他们关上了。最后一扇门关慢了一点，不小心打到一个刚刚准备出来吓我的 NPC， 当时就听到一声鬼叫，哎！已经来不及了，推门进去，摸黑在地上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钥匙和梳子，发现右边有个衣柜，我就没办法了，只能给自己壮胆，打开衣柜的一瞬间，嗨！发现里面有一个节奏被我打乱的 NPC， 因为我的鬼吼盖过了他的鬼叫，他吓了一大跳，然后看着我，从后面把钥匙掏出来扔给我，砰的一声把衣柜门关回去了。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在寂静的密室里面，衣柜会说话。突然，衣柜里面传来一声“刮皮”，给我气到不行！我转过去把皮带一抽，就把那个衣柜给他捆起来了。我怕他从衣柜里面出来打我。继续找梳子，看到房间的左前方有一张婚床。当时灯光爆闪，提醒了我一下，我隐约看到一个 NPC 已经穿好了一身绣和躺在床上了，我大概就能猜到梳子在他周围。我只能过去，但我只能给自己壮胆。我说：“你刚刚都看到了，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把梳子给我，过来你就下班好不好？”当然我知道他一定会在我认真寻找的时候给我来一个贴脸杀。但我不会给他这个气口。我当时深呼吸，我说：“我来了，朋友们，全程唱着山歌过去，加上我又是个体育生，我的肺活量非常大。我说：哎嘿嘿嘿嘿！他没有任何气口来吓我，他完全没有想到有人会用这种方式闯关。梳子被他死死的拽住，我跟他的十指相扣，我说：“那跟我好，那跟我好，不然我就吓死你嘿！”他吓得不行，朋友们，告诉你们一个秘密：所有的恐惧都是来源于未知，但当你把你的未知变成别人的未知，害怕的就是他们了。
拿到梳子后，他哀怨的叫了一声呀，然后跳下床，鞋都没来得及穿就跑出去了。我说我有那么可怕吗？一个光脚的怕我一个穿鞋的干什么？拿到梳子之后，他们告诉我，我还要去到鬼新娘的梳妆台面前坐好，等鬼新娘出来梳3下刘海，唤醒她的记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才能活着出去。我一坐下，那个鬼新娘就像贞子一样从镜框里爬出来吓我，吓得我当时叶问，贞子遇到甄子丹。然后出来那一下，我就记得那个任务嘛，梳头梳3下，然后就开始1下，然后就开始给他梳头1下2下。你们知道 NPC 里面他们那个假发很劣质的，我梳到第2下的时候，梳子卡住了，下不下去也拔不出来，就差最后1下，鬼就开始跑，我就开始追，只剩最后1下了，对吧？我追出去了之后，突然广播开始说：“玩家请停止追逐。”我一停下来，鬼新娘把梳子从自己的刘海上扯下来，扔到我的手里说：“梳自己的刘海3下。”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游戏并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当时也被直接被一个 NPC 一个工作人员请出了密室。我说干什么？是因为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有个被我用门板打到的鬼？他已经去老板那里告了，说我把他打了。老板说你记不记得你把他打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老板说别跟我说这么多。你记不记得你进去之前签了一个协议，不能因为任何原因殴打 NPC， 否则立刻取消玩家资格。终止游戏。我说我不是故意的，我给他道歉嘛，我当时很诚恳的跟他道歉，然后我跟老板保证，我说我进去我再也不打他了。老板说你少跟我说这种话，这种话我听多了，打我的 NPC 只有0次和无数次。你在外面等着反思吧。我就在外面等，在反思过程当中，除了思念我那4朵花瓣，我也在反思我自己的错误，怎么可能那么因为自己的害怕就开始打这个东西？但是我突然又反思到，这个规定真的很酷。但它怎么可以仅存在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们听一下，只要有一方施暴，立马就取消资格、解除关系、结束游戏，这个规定就值得推广。它可以运用在很多地方，对吧？被打了就应该立刻解除关系，不要再让他们等1个月，1天都不要等。如果非要等，我愿意以身入局。你们把我请过去，我就站在施暴者的床边，每天晚上给他唱。离开他，离开他，不然我就嫁给你。谢谢嘻哈，喜欢嘻哈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嘻哈。中间那一段神似给嘿嘿的咆哮到底是什么？我这儿没有字幕，我也听不清。没有，是山哥，就是我唱着，我告诉他我要来了，过来了呵，过来了呵，过来喽，过来了。哦，对不起。下意识的会想模仿，对不对？对，想试一下。我觉得嘻哈好高能量啊，因为我自己是个低能量的人，然后我看到后面我是这样子坐直了看的，不由得挺直了背。对，听你说到那个密室里面的时候，当时就有一种感觉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我是那种胆子特别小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特别好，以后我也要试一下。对，这是一个秘诀，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吓你的时候，你就不要给他这个时候，不要给他任何气口，他插不进嘴。就话密一点是吧？然后在里面不要给他气口，打乱他的节奏，然后声音比他高，你的声音盖过他，你就听不到他的鬼叫。但是我觉得，就是你确实是他这样的人，你才能做这样的事儿。哦，也是对。你鼓足勇气做了一半停下了，就尴尬了。和鬼四目相对。我的耳朵现在还在复原，我刚才觉得我的耳朵受到了重创。哎呀，我看到嘻哈非常的开心。今天我觉得就是气场全开，全部的嘻哈回来了。我觉得特别好。我希望你能够带着这个状态进决赛，决赛也拿出这个状态。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哎呀，我的老板听到那个8片花瓣的时候，给他高兴坏了。8个胸肌的时候，good idea。所有人停止想象，我说。但是我不理解，你那么如果很胆小的话，为什么要去玩呢？又菜又爱玩，对，然后寻找那个刺激的感觉吧。对，而且这是一个朋友之间，就是包括考验友情也好，考验亲密关系也好，它是一个很好的点。就如果你是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你很快就能找到保护你的那个人。大林去过密室吗？我密室玩的太多了啊，真的？你看上去很像个老古板，不会玩这种的。
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北京那种密室还是就俩屋，你进这屋做题，做完题拿一钥匙开门进那屋。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玩，那个叫补习班吧？那个那是家门钥匙在里藏着啊。那12年的时候有这个，后来才有的机械密室，包括我也录过不少密室节目啊。我后来为什么不爱玩了？是因为我发现它越来越聚焦于恐怖、恐惧元素，就我喜欢那种解谜的。你让我在里头显得很，就是我没有什么作用，我愿意在里研究这块儿是吧？逻辑在哪儿？他现在就纯变成出来一个咔吓你，然后你就跑。最缺德的是，他连让你往哪儿跑的条件都没有给你，就让你在里头瞎跑。你就先这次学会了那首歌，他再追你就跟他唱啊哒哒哒哒哒。哦嗨，我以为当花瓣离开花朵呢。这个也可以用山歌唱出来，是吧？这怎么唱这个？大喊花瓣裂开花的后。好嘞，谢谢嘻哈。我觉得在舞台上就是要分享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嘛。我刚开始玩密室确实是害怕的，但后来发现你在克服恐惧这个过程当中是很有意思的。你从一个害怕黑暗的人变成了一个不害怕黑暗的人，甚至到最后我开始期待黑暗。有没有什么现象？有个人，有个人。干嘛？其实这篇稿子对我来讲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刚开始站上单口的舞台，就是因为这篇稿子。王悦就下来自己就跟我说，我们听到你讲这个就好开心啊，好像突然回到了我第一次看你的时候。我第一次在线下看嘻哈演出的时候，当时我是那个剧院的志愿者，我就站在走廊上，远远的看到他在台上讲了那个密室的段子，那是我第一次被他深深吸引，太有魅力了。我在现场再一次看到这个段子的时候，有一种白驹过隙的感觉。这个也是我想把这篇故事留在台上的原因，它见证了我的来时路。那我们半决赛第一场的上半场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也谢谢我们几位气氛组组长的加油打气，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半场精彩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半决赛，精彩继续。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本节目由淘宝闪购独家冠名播出。笑点稳稳接住，成长稳稳守护。感谢让宝宝成长有底气、上场有实力的皇家美素佳儿特约赞助播出。后面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呢，吐槽过很多东西，吐槽红毯，吐槽东北的刻板印象，一直在吐槽。不知道今天又盯上了谁？掌声有请翟佳宁。谢谢大家，我是翟佳宁，谢谢。哎呀，又半决赛了啊！非常感谢各位这么欢迎我。朋友们，你说我之前一直讲我挨骂的段子是吧？其实我发自内心知道，很多人他支持我，就在网上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句心里话，就支持我那帮人，有的我也不是那么很喜欢。我给各位讲讲我这半年的困扰啊，就发现当我这个人气有点提升之后，这半年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就用我的名字在网上创造那种爱情言情文学。对不起各位，这是我能对同人文想到最委婉的表达了。没有人告诉过我还得承受这个。光明正大他就写呀，就在那个书上就发呀，还艾特你。哎呦，这跟提醒我自己看自己裸奔有什么区别？你们谁有这种体会？就是你自己看着你自己在干一件你认知之外从来没干过的事儿。就那种感觉特别像你喝多了，第二天被警察叫派出所里看监控录口供。我说啊，我还给人壁咚了，我说啊，我一边壁咚人家，一边让他喊我喜剧之王，我还。
我都想给我自己判了。我拍良心问了问自己，我宁可他发 report 骂我，骂你，你有维护你的人还在底下评论维护你。我看了这种帖子下边的评论，就是追更啊，骂你，我还能找我的朋友聊两句，朋友还会宽慰我。这玩意儿你敢跟你一个朋友说？下次所有的朋友见着你，哎呀，欧妈，这不是爱壁咚的喜剧之王吗？这不。朋友们，我就发现人类在编造这种男男女女情情爱爱、苟苟且且的时候，才华自己就横溢。有个姑娘给我写了个长篇，81章，拿我当《西游记》写的，81章日更哎，我就想这人平时写有用的时候，一个字也蹦不出来。写个论文是吧？写个周报，哎呀，这怎么写？不爱写呀，拍自己脑袋，哎呦，我是大笨蛋。一写男男女女情情爱，一拍脑袋，哎呀，我是饶雪漫呢，我是。81章日更，天天艾特我，整整2个半月。那小某书就是我同仁堂，那就是。哎，朋友们，我就发现人家虽然也支持你他应该是支持我骂你没有写81篇 report 的，你知道吗？虽然他也支持你，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刻板印象在人家那里刻的也非常死。我也看过爱情文学，爱情男女主角发生邂逅的地方，要么是咖啡厅花店办公室，很浪漫很小资。哎呦，我看了一眼第1章，我跟那女的，俺俩搁五金店里认识的。姑娘家里说灯泡坏了，转头就看见我是翟老师吗？这么大喜剧之王亲自来逛五金店呐，文笔极其的粗糙，比我皮肤都粗糙。下一句就是那翟哥你会装灯吗？完了我就去人家装灯了。我看了一下，我还把那个地拖了，垃圾也倒了。哎呦，这给我累的完了鬼使神差，我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全国巡演了。巡演完一落地杭州就偶遇人家，偶遇完由于太害羞了，我就再见那个描写的极其的油腻且刻板。他说超雄的喜剧之王落寞的回到了他那冰冷的出租屋内。回屋里就落寞就难受，想下楼逛超市买袋酸奶，买酸奶你说巧不巧又偶遇人家。回屋就想出门就见。在他的描写下，我就是一个事业比较繁忙、会修灯泡、富有幽默感的空巢变态。你们这个笑就是我另一个难受的地方。你知道吗？这就是令我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我为了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还得保证观众笑，我就得仔细看。我得认真读我天天举报再不举报我孩儿都快讲脱口秀了。我头一回感觉举报的原因不够我选的，我全都选上了，我连涉及博彩赌博我都选上了，因为他写了有一章叫我赢了全世界却输了你。这么干笑了吗？天天举报平台永远给我一个反馈，叫平台已重点关注，从来没有一篇下架过，有的数据甚至都涨了。我现在都不明白，我说平台已重点关注是啥意思？是后台审核老师也看进去了吗？是点的特别订阅吗？是。
朋友们，你看，哎，我是不是讲了3年线上，没这么集中讲自己这点破事儿过？我一般不太爱集中讲自己。我说触发我讲这篇的导火索在哪儿？就有一件事发生了，我实在忍不了，必须说2句。就是今年4月份，我妈给我转过来2篇。我妈呀，活了大半辈子60后人呐，没见过这种先进的文化，她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的还是假的。转过来底下还有配行语音，儿子，你怎么能干那事儿？但是儿子这姑娘不错，过年能不能给妈领家来？我就得解释，就得劝呐。我说妈，你少上网搜我名字，看那些有的没的。我妈说儿子，这不是我搜的，是我同事转给我的。家丑都能那样了，现在。但我跟你讲，朋友们，在我看自己最羞耻的时候，我是怎么排解这个情绪的？我负责任的跟各位讲，你记住，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只恶心你一个人。当我看我自己最羞耻的时候，最难受的时候，我有一天突发，我就好奇，我就搜了搜其他同行的同类作品，一下给我新世界大门都打开了。我说人性确实丑恶啊，一看我就看得津津有味的，我就发现人家对我那算客气的了，起码没给我安排同事啊。哎，朋友们，我一直在想这一篇的那个意义在哪里。说实话，我发现这一篇段子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线下也练了几十遍了，所有观众也笑得非常开心。那你能感觉出来，99%笑就是嘲笑，没有一个人感觉说，哎，张亚宁会不会在表达他的困境呢？这么编排张亚宁会不会不开心呢？没有，所有观众，线下的观众跟你们现在的眼神一模一样，都在告诉我一件事儿：一会儿回家手机还我，我也得搜看2眼，非常有意义。朋友们，最后我想说，哎，我其实真不挑理，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只要让观众快乐就行，大家随便看。祝各位生日愉快，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翟佳宁的表演，喜欢他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哎呀，你别看我，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有素材了，有素材了。现在谁说话谁是素材啊？谁说话谁出现在那个称号的2边啊？哎，我非常不幸，我刷到过。他其中有一句说的是那个大宅，你还记得鞍山，南果梨的花语吗？那咱俩看的不是一篇都。你有这么多篇呢？天天艾特我。你看进去了吗？我其实一开始呢我是 OK 的，但是我一看，我一想到大宅的脸呢，我就很跳戏，你知道吧？我非常羞耻，我手机都砸坏俩了。我刚才笑的是挺放肆，但旁边被我笑的放肆多了，这旁边地板漆都快让他给蹬掉了，你知道吗？我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了一下，我说，就是大宅特别适于利用自己的条件设陷阱，给观众设陷阱，然后他用他粗粝的外表以及这个，您现在这个用词已经开始往那个方向。对，粗糙的外表以及看起来粗糙的表达，其实它里边的文本设计非常的这个精妙。他用的那个递进，一个一个靠前面积累起来的东西，给你一步一步催化，那个其实非常非常棒的。所以说还是厉害，还行吧，这素材厉害。哎，你刚才为什么要那样跑上来，像小学生一样那种装可爱似的？那是同人文里边其中对他的一段描写。攒素材呢，像小狗一样啊。
这是我好像今天笑的最开心的一个。然后从开始到结尾我一直在笑，然后突然大宅说了一句：“这篇稿子有什么意义呢？”我自己思考了一下，哎，好像是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就是好笑，就感觉一整篇，然后就感觉你说一句我就想笑一句，尤其你说在五金店相遇，太扯了。那这样，你先告诉我，你就今天节目完了回去，你会不会搜他这些文？帮我点个举报，谢谢孙怡老师。我觉得我今天都不用回去搜，我打开它就会自动给我推送了。我刚全程的想法就是，我就想把他讲的故事用 AI 生成一个画面，就非常有画面感。他每一个小说封面都生成了一个，我觉得太好玩了，就是全是好玩，没有任何同情，就是感觉他终于对自己下手了。前2天刚做完医美，我觉得我的伤口已经裂开了。谢谢，都不敢看你了，我的喜剧之王。哎呀，别闹了。但我说实话，我觉得你在说的过程当中，你很享受，你不像你说的那么说摒弃他、讨厌、烦，你还有点后来我又跟那女的就那样了，你有点这个状态了，你有点那个。导演建议说，就是这段不要讲太狠。他说，如果你要是表现的态度太差，会伤害创作那个人。说人家是真心支持你才会写这种，一般人不给你写的是吧？然后我就尽量笑着讲。其实我真不在乎，无所谓，你就看看吧。我随便调侃，给我安排同事写也没有事儿，无所谓。那好，请您想哪一位同事跟您写在一起啊？但我发现他特别受不了这个别人的那个现场夸，这是个演员很奇怪的地方。他尤其受不了人家夸他帅。不会，来，大家一块喊一下这个喜剧之王。好奇怪，刚刚到底谁在骚扰谁？问彩玲吧，彩玲感受如何？你们都不了解翟佳宁，你们不能夸他。翟佳宁喜欢一些情感虐待，就是他这片是怎么出来的呢？他给我发过这个，然后就说给我点举报，然后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性格。你就翟佳宁，我就爱看这玩意儿，我就想看你在这里边壁咚别人，你是谁呀？你凭什么管我们？然后他当时就生气了，一晚上就能写出来。所以大家永远要记得他的本性。好，你这段子反正呈现出来，我就一直在想，这个在大数据那头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今天举报，明天搜；今天举报，明天搜，纠结的空巢变态啊！真的，谢谢大宅这个自我牺牲的喜剧精神，谢谢。替后边的演员垫一句，然后那个大家从这个破烂情绪里走出来。后边是那个我特别好的那个杭州的漫才的兄弟，叫安全出口，回归喜剧的舞台，谢谢大家，谢谢翟佳宁。我从来没想过我能往这赛道发展，完全一丁点儿没想象到。我从形象到性格，就感觉自己跟这东西都不沾边儿，但它就发生了。天天以重点关注，没有下架。这个翟姓男子究竟是谁？这个翟姓男子剑眉星目，虽然看上去有点凶，说话还有点大碴子味，但相貌正直，肌肉比较大，算是标准的东北硬汉长相。但粗糙的外表下，翟姓男子还有一个细腻敦厚的心。我觉得这种东西恶搞，他其实心态非常好，恶搞是一种喜爱的表现。任何那种离奇、荒诞、夸张的剧情，在他身上都能适配，就是他戏路很广。你可以写大宅上非洲大草原捕猎，你可以写他跟尼罗河里的鳄鱼搏斗，都适合他。没啥呀，挺羞耻的，好笑。大宅也介绍了啊，接下来这一段是这个已经自己组好队的一位朋友。太烦人了！继续啊，表演继续啊 ，The show must go on 啊！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我们这半场比赛的唯一一对漫才组合，他们这一季带大家去过八角笼，闯过大东北，也回过动物园。掌声欢迎安全出口！哎，大家好，我是大队长，就是安全出口，谢谢。
翟佳宁真的很难接，但是我们会尽力为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表演。哎，来点安全的东西吧。对对对，演个慢台吧。啊，我演翟佳宁，你演灯，哪安全了呀？演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演自己的啊。其实录到现在了，其实在上海住了很久的酒店，对，一直在住，每天在和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打交道。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他们也挺厉害的，是吗？哎，你就感觉他们什么都会，很全能。对对，也不知道会不会修东风。这次想演一个酒店的工作人员，体验一下。哦，想当酒店工作人员？我大学选修的酒店管理，学过，我带带你。那我们来一个这个好吧？试一个啊。哎，你就是来实习的小李啊？是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酒店的经理，我姓大，你可以叫我大经理。哦，听说现在的你成了大经理，干啥呢你？是还没毕业啊？学的什么？学的采耳。学采耳，你来干啥来了？我主要是热爱咱们这个行业，喜欢酒店行业。对对对对，考考你啊，我们行业的底线是什么？少偷客人东西，不能偷。我们行业的底线是卫生问题。卫生问题。哎，这样我要去查房，你跟我一起。哦，这间呢就是我们的套房。啊，这个是那个什么营政套房。行政套房。啥是营政套房啊？阿房嘛。阿房。一点文化没有。不好意思，查查厕所去。查厕所啊。厕所有人。有人像话吗？检查问题。哎，经理。这个沐浴露是不是快用完了？很敏锐啊！怎么处理？我兑点水。兑点水啊！这么抠啊？你当在你家呀？换上，找找哪有水渍啊？找水渍？哎，经理，这儿有水渍，擦了，擦了是吧？那只留洗发2个字啊。找水渍儿去了，玩呢？你在这找水渍？水渍。跟我出来，跟我出来，检查一下这个水吧台。经理，这可乐肯定有问题了吧？过期了？啥可乐卖25啊？这个你就别管了啊！这都不管？行，你不管，我找12306来管。12315啊！12306卖的也不便宜吧？查点有用的，这水壶看不见吗？多脏！壶嘴上还有毛，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嘛，是这么用的吗？查查这个啊，然后我给你讲一下，我们最核心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床品必须要做到1客1换，这么干净？当然了，1个小时得换4次。哪个1客1换？让你1刻钟1换了。哦，一个客人1换是吧？对，1个客人1换。那我觉得这个房间应该没啥问题了，经理。我看也差不多啊。那这样吧，我来扮演一个即将办理入住的客人，看一下你的综合待客能力，实战演练一下，怎么样？哦。你好，哎，先生你好，那个我有预约啊，先生你行李？哦，我行李。耶，我也行李。说什么河南话呀，在这儿办入住啊？您身份证出示一下啊。查一下您的订单哈。查吧。哎，有了啊！我这边看到咱们订的是这个1间房5晚是吧？啊，是的，是的。哎，咱给人换成5间房1晚可以吗？不可以呀，5间房1晚，我是商鞅啊。啊，肯定是不行啊！啥意思？啥意思？别问了，赶紧吧。咱们订的是一个经济大床房，那我给咱们升级一下，好吧？啊，行，给咱们从经济大床房升级到冰冷的出租屋，升级成大王房了是吧？大床房就可以了啊。行，那办好了，这是您的证件和房卡啊，谢谢。然后再跟他们强调一下，咱们酒店现在都支持环保。OK， 哎，是不主动提供水电的，不提供水电，我要用水电的呀。那也不拒绝提供水电。哦，渣男酒店你们。我带您去房间，好吧？走吧。哎，这边干啥呢你？逗狗呢？你在这儿？跟客人讲话有点礼貌嘛，让他感觉有点仪式感，有点仪式感。哎，那我带您去房间，走吧。干啥呢你？去房间惊喜什么惊喜呀？走，行啊，给咱们介绍一下咱们的房间啊。最有特色就是咱们这个床垫了。床垫，您可以躺上去感受一下啊。是那种智能可调节角度的床垫，感受一下啊。
手摇的呀，这不病床吗？这不是？您平时睡觉打呼噜吗？啊，偶尔会打，偶尔会打是吧？啊太好了，咱们这个床垫有那个智能的止鼾功能。这么神奇？嗯，怎么做到？就是如果检测到你打呼噜的话，它就会放电。放电，打呼要受刑啊！打呼，你们不是不主动提供水电吗？先生，你别生气，别不，我们免费送你一个采耳可以吗？我不要，你现在给我出去！真的，你别出去，别进去了，别乱动了。硬踩呀！你看，您别生气，不要投诉我啊！我学过采耳，咱们免费送一个可以吧？行吧。哎，咱们先清理一下耳道，可以吗？好。阿姨来这里打扫一下来。找阿姨给我清理呀！你来。那回来。哎，这个力度可以吗？啊，行，可以是吧？啊，咱们这个耳朵稍微有点堵啊。是吗？啊，我给你修个南北高架怎么样？那不更堵了吗？啊，咱们是第一次采耳是不是？啊，是第一次。哎，那您知道人的左右耳分工是不一样的吗？哦，是吗？哎，人的左耳啊，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情感和旋律。那右耳呢？右耳负责好看。啥意思？ You're beautiful。够了呀！谢谢安全出口。喜欢安全出口这段漫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们投票，请锁票。这对天真姐来说反而是新朋友了哈。对，我第一次看到二位的演出，觉得很轻松。是，可是知道翟佳宁那个效果，我们就很轻松了。就接他后面确实有点压力，前面因为太顶了，但整个表演状态还是非常轻松、非常松弛的。但我觉得有些节奏稍微有一点乱。对，因为这篇确实也是我们新写的一个，基本练习的次数也比较少。你们的风格一直都是这种吗？就是设置一个场景，然后两人把它演出来。对，差不多。对，我们两个可能跟别的漫才相比，就是对抗性会强一点，就是在台上会有自由搏击这块的，就是别的漫才就比较稍微温和一些，但我们两个就是情绪的对抗会比较激烈，手劲儿比较大啊。健身漫才这块，他们之前的肢体动作也会相对来说大一些。是对的，对的。对，我是觉得你们的表演是蛮有特点的，就是我能感觉到对人物的塑造上是有去特意塑造的部分的，所以我在想这块是不是可以做得更极致一点，就是演的东西可以再多一点。我在想那个会不会呈现效果更好一点。我觉得看他们反而感觉很松弛，没有那种比赛的那种特别紧张感。然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配合默契特别不容易，特别麻烦。你看我俩现在看着我，就觉得就是很搭的就站在一起就感觉很搭。哎，不是我，这是哪种搭？搭档，很搭的搭档。我觉得王灿和大队长的那个，就是之前看前面几轮，我觉得你们俩的表演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今天收着了，是不是？这篇本子是我们两个写完之后发现，哎，好像文字梗太多了，但是表演的地方好像有点少了，是到后边才发现，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下次会加一些。好的，谢谢安全出口，谢谢。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朋友啊，总是穿着人字拖是吧？有时候在郊区，有时候在广告跟广告之间。我们掌声有请陈数。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谢谢。我现在是住在上海，搬来1年了，还不是特别适应。尤其是不太适应上海这个垃圾分类，一袋垃圾要分4个桶装，怎么他先住上31厅啊？而且我们那个小区现在还在很严格的执行，甚至为了监督大家，还会采用一些人工智能的手段，就是一旦你没有把垃圾分开装好丢进去，就会有个老头站在那儿骂你。刚住了1周，被骂了7天。我说上海生活压力是大哎。而且他那个就守在那个小区门口，不分完不让我出小区，一分错就骂我，一分错就骂我，但也不告诉我怎么分，打压式不教育。我就蹲在那儿，端着一碗吃剩的汤面，还有一些用过的纸巾，在那儿翻来覆去。我说这就是我人生的新篇章吗？
重生之我在上海做流浪猫，翻到后面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尤其是现在那个外卖的包装，它非常的细致，就是它汤是汤，面是面，菜是菜。也就是说，这个汤面在它送过来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分好类了。我是因为要吃，所以把它们混到一块儿，然后吃完了还要把它们分开。我要干脆别吃了，直接丢好不啦？你好，外卖到了，你放垃圾桶吧。在被骂了7天之后呢，我也是终于学会了向大爷行贿，就是在那个垃圾袋里装一些矿泉水瓶和快递纸箱，大爷就会主动来帮我分，他就会我来吧。送礼就是好办事儿。就现在不适应的地方有很多，我现在在上海很少出门，一出门就会看到街上每个人都非常精致又非常好看，到处都在拍照。我说这就是上海吗？小某说的直辖市。就是感觉自己格格不入啊。说实话，我确实也会有容貌焦虑，不能说也会有吧，我确实该有容貌焦虑。不太满意自己的长相，我觉得眼睛太小，可以说是心灵的门缝。不光眼睛，五官都很小，但我的脸很好的弥补了这一点。脸很大，五官很小，长得非常吃亏，全是公摊面积。但能看出来我其实并不胖，我只是有点肉质疏松，密度低。经常体重没有变化，脸就一直膨胀，感觉我的头是一只河豚。别人问我最近是不是吃胖了，我说没有，我生气了。而且我的脸不仅圆，还很方，外圆内方，一张标准的铜钱脸，也可以说是一种古风小生。我现在是既不敢减肥，也不敢多吃，瘦了就像董宇辉，胖了就像岳云鹏。五环之歌唱的就是我们仨呀，我比岳云鹏少一环。当然也不光全是缺点，我脸上长得最好看的地方呢，是我的鼻孔。没错，我有一双心形的鼻孔。你看，长得好看真的很重要。我说我有心形鼻孔，大家第一反应不是恶心，而是想看。但这也是一个非常容易被埋没的优点，没有办法自然的向别人展示。我总能跟人一见面就说你好，我是陈树。去，哎呦，不好意思，什么？对，是心形的。我知道自己整体上肯定算是那种不好看的类型，也没有人反驳。但是我的朋友会经常善意的安慰我说：“没有啊，你很好啊，你很好啊。”都没有说看字。我说真的吗？哪里好？他说别吵，我在找。我平常最多听到这样的形容，就是可爱。性格好，全是对宠物的评价。感觉我的朋友都这么跟别人介绍我：这是陈树，可爱吧？性格也很好的，还不掉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乖，绝育之后就这样了。我也想过变好看，但我觉得医美它风险又大，花费又高。对吧？我努力学习，努力赚钱，人都累丑了，还要再把钱花了去变美。我一直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如果努力直接就能变好看，那该有多好？对，我熬夜学习，第二天，皮肤反而变嫩了。勤能补水，书中自有玻尿酸。晚上头悬梁，早上天鹅颈。上完课，老师点名都认不出来人了，说：“你为什么坐在陈树的位子上？”吴彦祖。到了大学就考研，考一个素研，每天做实验发论文，拿到诺贝尔最佳男主角，
接受采访问：“请问您维持美丽的秘诀是什么？”我说啊 ，nature。多么美丽的世界！朋友听完之后就问我：“那如果真在这个世界，按照你的现在的努力程度，你会长成什么样子？”我说：“好像就是现在这样。”这样子吧，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陈数。喜欢陈数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陈数。会紧张吗？有一点，接前面那个嘛，太那个了，甚至都不是因为安全出口是吗？我就感觉到中间有一些你的表演本来要更那个一点，然后稍微有点犹豫，会可能是因为有妆造，没有那么不好看了吧？担心自己因为妆造不好看了，完全不必要。陈数，我觉得你很好看。哦，谢谢。我是真心这样觉得的。反弹。我一直知道我很好看的。反弹。我觉得好不好看，从来都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就你越觉得好看，你就会越好看。而且我真的觉得你很好看，我觉得你扮古装也会很好看。真的吗 ？maybe 你下次可以试一下古风脱口秀，古风小生脱口秀是一个。行。我看了陈述一个片段，就是第3赛段那个你那个很神奇的 PPT 的很安静的美男子那一段啊。对，我觉得你今年给我的感觉是绽放了。就是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东西，我能感觉到你从第1季只淡淡的说，到第2季加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加到第3季上了很多花活跟表演。我是觉得你越来越坦然的面对于自己的这些手段。啊，手段吗？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的技能。对，这些技能叠加了越来越多技能，也把你内心真正的力量就是更多的绽放出来了。我从第1季就觉得你是一个内心世界极其丰富的人，你有很多的想法，包括你的实操，其实，也有很多的能量。但我又觉得你有另外一个声音，可能在压制自己，就是我不要那样，或者我不应该那样。我希望可以看到你在未来的舞台上更多的放出来，彻底的释放，因为你内心真的是一个能量很强的人，释放出来一定会可以感染到所有人。好，谢谢你。而且我也觉得就是好看这事儿真的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你的敏感、你的细腻、你的善良这些东西，其实它是一个像红气养人一样。就像我会觉得黄渤老师也很帅，但我觉得肯定人还是会想要变更好看一点。这个我可以给你点借鉴，因为我很小就认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了。但今天你这个妆造还蛮好看的，你上来以后我就真仔细看了一下，原因找到了。之前有很多你的表现会给大家留下印象，你就是一个比较细腻的人。有的演员就比较外向，比较能量强，有的时候在舞台上有的会闪光，像刚才你鼓嘴的那个。比如说，如果给刚才几个高能量的这个，他会玩命的拿这个去来，而且可能会收到一些另外的一些效果。但是像有的时候，像你们这样的选手，反而是到后期传播的时候，单独看文本，单独看这些，反而大家会体会到不同的一些东西。感谢。我想问一下陈数，你是发自内心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吗？你肯定会有那种时刻觉得，哎呀，要是再好看一点就好了。当然我知道人要自信，但是我觉得想更好看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是的，我也这样认为。但是我觉得，我刚刚看到你在台上很认真的讲脱口秀的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是给你的个人魅力加分的。对，就是这个问题嘛，就是你长得不好看，就只能通过这个别的方面的才能给人带来这个感觉。但是我刚刚看到你在很认真的做自己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你是闪闪发光的。我没有在乎你是不是单眼皮，你的鼻孔是不是心形的，还说出了我另一个缺点。我其实就是觉得每个人他本身生旦净末丑，行当就是不一样。每个人在舞台上最能展示自己优点最多的那个方式也不一样。那你说把好多那文本型的演员呢，有的时候就是包袱写得好，他可能就是摆出来他是文字的笑话，他是看上去有意思，他很难通过讲述让大家乐。所以我觉得您也不用太计较说，哎，我必须得用别人的方式打败别人。我觉得您就找找自己哪个最合适，哪个范儿最适合您，就特别好。上一次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被洗涤了。行，那以后再准备准备。谢谢陈数，谢谢，来到大家的身边吧。其实很多人不会觉得他长得不好看，他就是长得很像一个小水獭，就是那个自己在肚皮上敲贝壳那个小水獭。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弟弟，就是他非常害羞。我今天在卫生间门口看见他了，我说：“哎，加油！”然后他一下脸就红了。陈数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啊。陈数长得太……演出继续，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是今年的新朋友，可以说是有痞帅的外壳，但有着一个东北的内核。掌声有请浩。Hello， 大家好，我是浩。这节目播出之后，收到了很多网友的好评。他说：“哥，你真是我见过最像流氓的律师。”但是我来自一个正的发邪的家庭。你搁我们家别说流氓了，搞笑都是违禁品，因为我们家人觉得搞笑会让人滑向轻浮的边缘，没有任何幽默感。我的法官母亲第一次到线下听我讲脱口秀，被主持人问说：“阿姨，您觉得您孩子讲怎么样？”我妈说：“以上他说的属实。”所以说我身上这股歪劲儿到底是哪来的？我只能说我家原生态没有问题，但是有外来物种的入侵。我继父，他太社会了，一生兄弟大过天。你从他身边的哥们儿就能看出来，身上都得纹点东西，那种东北简笔画，我纹个龙啊，纹个虎啊，最狠有人直接搁手背上纹了个刀字儿。后来知道他原来想纹忍，他没忍了。我爹其实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自己搁老家那边收拾出来一个小院，以前每周都叫一帮兄弟来家里吃饭。他订了一个能坐20个人的餐桌，做饭用的都是那种农村烧柴火大铁锅。那桌上坐满人那一刻，我一看，那是继父吗？那不教父吗？但是最近这一年不用大铁锅了，因为来的兄弟越来越少，他看着也有些落寞，因为不做大锅好多年。其实我跟我这个继父之间几乎没有什么父子的回忆，倒是总有一种那种隐约的尴尬。以前都是他每天送我去上学，车上常年播放着相声，我俩都喜欢，但是都不笑。一直到高考结束，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明天去看相声，我才知道他居然找人花了大价钱搞了2张北京德云社20周年北展剧场的演出门票。很感动，2张票，其实我可以自己去看的。那是我俩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单独出去玩。结果第2天转头他就把火车站给搞错，路上赶火车的时间一下子就变得不够。但是我发现他一边开车一边把墨镜戴上，那一刻我下意识把安全带插紧了，就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在驾驶的过程中戴上这个墨镜啊，这个墨镜就帮他屏蔽掉一切会导致他分心的光线。包括红绿灯。我爹那一脚油门直接上了外环，我爹闪转腾挪的时候，我提醒他有区间测速，他说区测速啊。我俩是离发车间还有最后1分钟，连滚带爬赶上那个火车，但是一路上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一直到车过了山海关那一站，我爸突然怼我说我要给你拍张照发个朋友圈。就那一刻我知道父爱无声，但得留痕。他一边拿手机一边问了我个问题，给我问住。他说我票呢？就那一刻我就怀疑到底有没有我这2张票。我爷俩浑身上下一块找，最后他是看那个墨镜才想起来，因为今天早上戴了墨镜，所以那2张票被他忘在了他汽车的遮阳板里。就那一刻我好像学会了相对论，朋友们。空间跟时间很神奇，这是相对的。就比如那一刻我在火车上，我离郭德纲越来越近，但是我也离郭德纲越来越远。
我知道接下来我俩一定会在下一站下车回家，山海要给我俩关回去。但是我爸啥话也没说，他又把他的墨镜给戴上。他戴上墨镜之后给刚子打电话，不是德刚啊，是手背上有刀的那位。电话通知我爸说：“刚啊，干啥呢？我跟孩子去北京看演出，都过山海关了，发现票落我车上了。你开车来追我俩，能追上吗？”刚子这辈子没有质疑过他大哥任何一个指令。刚说：“哥，你这话说的，有啥追不上的？你慢点开就能追上。哎，你跟孩子坐谁车去的？”我爸说：“动车。”刚子给电话撂了，就再也没打通。但是到了北京之后，我爸依然选择早早带着我站到那个北展剧场那个大铁门的外面。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俩就那么看着剧场外面的人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天色一点点变暗。我们一直等到开演前15分钟，那个时候我想的是至少已经见过北展。就在这个时候，从人海里出现了另外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刚子。我爸见到刚子说的第一句问候震撼我到现在。我爸摘下墨镜看着刚子说：“有点慢了啊。”我们仨就一起往剧场走。我们仨进了北展那个大铁门之后，我敢说我们仨这辈子也没见过那么多的票贩子。我们被票贩子包围了。我爸问了一下那个价格，比他买的便宜多了。我们仨当时都很尴尬。我爸看眼票贩，又看眼刚子。早知道搁这儿买了啊！但是刚子一定是我们那里最尴尬的，因为大家还记得我最开始跟你们说，我爸找人花了大价钱搞这2张票，刚子就是这个人。那天的结局是给刚子买一张黄牛票，刚子根本就不喜欢听相声。我们仨一起进去看演出，全场爆笑如雷，只有刚子跟我爹不笑。我就问我爸，我说：“爸，你咋不笑？你是不是累了呀？”我爸说：“没有咱仨有意思。”几天之后，我爸开始陆续收到违章通知，闯红灯、超速。但是最让我震惊的是，刚子啥信儿没收着，还获得了一次重新考驾照的机会。你知道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跟我爹，我俩人喝都有点多了，我就突然问了我爹一个问题，我说：“爹，咱俩能当兄弟吗？”我爸说：“当兄弟你还差点意思。”我就想起了当年这件事，我就问他，我说：“爸，如果当年是你跟刚子去北京看演出，但是票落车上了，你俩是不是没招？”我以为问住他了，但是我爸笑得特别轻蔑。我爸说：“那有啥呀？刚子不在，还有你永舅；你永舅不在，还有你彪叔；你彪叔不在，还有你强子哥。”朋友，就那一刻我释然了，我当不了我爸的兄弟，只有刚强彪勇的人才能当我爸的兄弟。我们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谢谢浩。喜欢浩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浩。好一个奇幻的故事啊！真是。我问一个表演上的问题啊，这小郭老师在这儿，你讲这个大郭老师的这段故事的话，会影响你的感受吗？其实不会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感觉就是分享一个我跟我继父之间我唯一能记得清楚、从头到尾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对我有影响啊。就是他说的时候，我会想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具体当时是什么演出情况啊，他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但其实人家就是把这个演出当做他随便是什么演出都可以，对吧？但他的侧重点在于和他继父之间的这个感情上啊。我觉得这浩很会说故事，就是会让我觉得全都在脑子里面会呈现出来，已经画面了，而且会觉得你继父其实是很爱你的，要给你准备点什么，然后又好像又挺费周折的，然后也不是那么会，然后最后终于也弄成功了，就想给你表达这份心意，最终还是会有一点点感动的部分的。然后我还看了你那个
你在网上发的，你模仿大家口音的那个，你说的好好啊。你模仿于博，模仿林简琪，你没有刷到过吗？都没有啊。也没出东三省哈，也没特别火，其实。哦，哎，我看到了，你要不给大家那个现场模仿？哎哈喽，大家好，我是于博。Hello， 大家好，我叫于博。嘿，别整。哎，别整。那于博，你作何感想呢？这是啊，他必死。我觉得浩这个人好神奇啊，他讲话跟不讲话判若两人。他不讲话的时候就是那种清清白白的何以琛，一讲话这个人气质就全变了。他老爱坏笑。对，很像那个小黄人里的那个爸爸，就那种，对，那种调调，就带着那种状态，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你的脱口秀人格跟你自己的人格之间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别，所以我觉得他很妙，很好玩。感谢老师。对，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舞台上应该算是新人吧，但是其实还蛮稳定的，前面几乎都是高分的输出。这次这个我觉得也是，这个故事感非常强，画面感非常强，用的只是他的一些语言动作，但是你能够看到他们的之前的历史基础，以及这个人物性格背后的支撑，他成长等等一切，都非常的精彩。感谢老师。因为我也是东北人，所以他一说那种什么东北的刚子呀，然后戴墨镜的大哥呀，我就马上能脑海浮现出这个样子。再加上他的兄弟啊这些，我就感觉在脑海里感觉马上就能浮现出这些画面，然后感觉像一个东北往事的电影的感觉。对，我这4轮来其实讲的都是故事，我就比较喜欢讲故事，然后这一段其实也是我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段，我想用节目的形式把我最喜欢的这段故事以这种形式去保存下来。还有一句嘱咐的话，刚子当时要是追火车用的是比亚迪天神之眼辅助驾驶系统就好了啊！比亚迪为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敢兜底才是真安全，这才是真正刚强彪勇的好兄弟。谢谢浩。为啥还得刚子用这车呢？他爸用这车不就想起拿票来了吗？哎，耗子，晚上吃饭去？行啊，都谁呀？我哥们儿10几号人吧。啊？哎呀妈，到点了，该抢票了。啥票？岳云鹏老师演唱会门票啊！哎呀，说慢没抢着。喂，哎，我宅子，给我弄2张票子。哎，岳云鹏演唱会门票，对，哎，晚上吃饭给我一起带来吧，啊！哎呦，我宅哥办事太爽快了，够劲儿。哎，小事儿。要不来点更爽快的？啊？现在吗？对呀，天热不得整点维他柠檬茶。真茶真柠真爽，你看现在开盖扫码还能赢1元乐享机会，好爽爽！喜欢的话上淘宝闪购就能买，记得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优惠。好嘞，话说翟哥，你这人脉真可以啊！哎呀，都老家兄弟，晚上见见，正从老家开车往那儿赶呢。麻烦了哥，麻烦啥呀？到这儿也就300多公里。话说大哥的名讳不会是刚子吧？啥？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作为前 HR， 非常擅长吐槽职场。从大家的反应，我能感觉出来，他是真正主场作战的朋友。掌声有请门枪。大家好，我是门枪。谢谢我是一个很有危机感的人，就是连跟我关系最亲密的女朋友小程在一起，就是即使她帮我打造了这一生，我是她一手打造出来，我都很有危机感，我怕她不要我。哎，她太火了，现在我跟她在外面一起遛狗，别人总是先认出她，再认出狗。哎，有一次被4、5个姐妹给认出来，然后围着她要合影，问她要链接，那个场面实在是太混乱了。我那个时候都有点共情那些顶流的粉丝了，我差点喊出那句名言，我说：“哎，关注我们家艺人作品，哎，就是我。”这种危机感可能就是我也想过，应该是来自于原生家庭。
就我爸总给我制造危机感，尤其是在催婚这件事情上。他老是说：“哎，你还不结婚啊？油价要涨了。你还不结婚啊？股票要跌了。上个礼拜最吓人，他说：“你还不结婚啊？中东要打仗了。”我说怎么是轮到我去和亲了？我跟小陈也聊过这个事儿，其实他对感情的态度呢就很松弛，就总结起来就3句话：保持期待，享受现在，不管未来，很松弛。用英文讲就是 prepare, enjoy, I don't care。而且他还跟我说，其实我们2个人现在结婚啊，亏了，不划算，因为我们2个人现在都是自由职业，就算结了婚了，也请不了婚假。跟大家科普一下，原则上你只要在上班的时候不断结婚，就可以不断请婚假。我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做的，因为大家其实都会有点害怕，尤其担心啊，尤其休一个长假回来之后，老板不开心什么的，都会担心。休完假回来之后，哎呀，工作没了；回来之后，哎呀，公司没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比赛这么累，我还是每年都全勤。我就怕我今年不来，明年节目没我，或者明年节目没了。我最怕是明年节目没我更好看。我遇到过很多老板都不喜欢员工请假，就弄得大家有那种请假羞耻，你知道吗？我是 HR， 搞得大家找我请假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那个场面就很诡异、很暧昧。他们是这么请的：门枪，对不起，我要结婚了。我说，这还好，看起来是他对不起我。有的时候他说：门枪，我怀孕了。你说怎么办？我说我会负责，给你开请假单。他还不好意思拿呢，我说拿着吧，都给孩子打呀。我前老板很过分，你知道吧？他常常问我，他说员工为什么可以请假？我说因为他们有假。他说有假就非得用吗？我说也不是，也可以旷工。哎，怎么说得出口的？有假就非得用吗？那有卡就非得打吗？有会就非得开吗？有活就非得干吗？最过分是他有一次问我，他说：“哎，为什么我们财务经理可以请产假？他不是刚休完婚假吗？”我说：“对呀，顺序没错呀。”我不太懂为什么现在所有的请假羞耻都是我们打工人承担的，公司能不能分担一点啊？我觉得应该主动给我们多放点假，法人才能算个人。现在假期真的太少了，你看，除了年假、婚假、产假没了，我都没时间谈恋爱哦。朋友们，应该有个恋爱假，不给我们时间谈恋爱，我很容易找错对象的。到时候结错婚，离了再结婚，我还要再请一次婚假。你看，那么这个时候有些老板就会问了：周末不能谈吗？能谈，我谈不好。我周末爱的另有其人。我周末最爱的就是双休日那2天本身，确切来讲，我最爱的是周六，因为我觉得周日和周一有点傻。强烈建议每周3去放个恋爱假。各单位注意，疯狂星期4之前，暧昧星期3。那么这个时候，老板又会问了：都请假了，工作谁做？问得好，谁问谁做。就是现在连请个假都要怕老板不开心，这危机感实在是太严重了。我觉得危机感真的太重，我甚至想过能不能再发明一个假叫危机感假，一有危机感我就休假。你可以叫它危假，也可以叫它机假。如果你打算叫它机假，我建议放在礼拜4。我现在就这个心态，我见不得别人没有危机感啊！我有危机感，大家也都得有，所以我现在就到处派发危机感，你知道吧？我在后台，我看到那帮演员，我就问他们：演出票卖完了吗？对吧？你们呢？笑什么呢？又看了4个小时喜剧，啥都没干。你们这个年纪怎么笑得出来的？
啊？工作都很好吗？结婚了吗？中东要打仗了。我见过最没有危机感的人就是我的女朋友小陈，我都好奇她怎么做到的。她说其实她也有危机感，只是她面对那种危机感很严重的时候，她的态度就是呸。我说啊？她说呸就是 PEI， 跟对待感情的态度一样，那个缩写 Prepare Enjoy I don't care。好办法，朋友们，万物皆可配了，照他这么说啊，一有危机我就配，催婚我呸，不给我请假我呸，喜剧之王单口季这个半决赛我也呸 ，Prepare Enjoy I care， 谢谢大家，我是门枪，谢谢门枪。喜欢门枪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谢谢门枪。天真姐，这是跟门枪也有1年没见。对，我这灯是拍给小陈的，我真的很喜欢他。哦，我也很喜欢他，太巧了，小陈值得，小陈值得哦。Prepare， 第二个词是什么 ？Enjoy。哎，你去的是美国吗？我只是记性不好。对对 ，Prepare Enjoy I don't care。I don't care，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态度。是。我做好我的准备，但是我享受每一个当下，但是我并不在意结果。所以我很喜欢你这篇脱口秀的整个主题，虽然你是借小陈的口说出来的，但我相信这也是你倡导的一种价值观。谢谢。我觉得我妈就是一个跟小陈很像的人，因为她睡眠特别好，从年轻到现在。跟他一起出国回来，他也没有时差。然后我就有一次问他，我说妈妈，为什么你会这样子？他就跟我说，他说他每天在睡觉前大概都会像小陈一样有一个呸的这样的一个口头语，就是放下一切，我现在老娘就是要睡觉。其实可能就用中文来说的话，就是有一种因上努力果上随缘的一种状态。是的。就是我们该做的准备做了，享受了，然后结果就交给其他的了。还有我有看到你女足你反串了，是不是？功夫女足对。然后你现在已经是这个10几亿票房的演员了。哎，不要。这里面我其实也没有贡献多少，没有，就完全没有什么贡献，就很开心去演了一个电影。哎，在这里还想问一下那个我的老板，就是我们公司啊，很多女生啊都是单身，假太少了。我也是啊。鼓起勇气跟老板争取一下就被老板弄回来了，对，一点办法都没有，真是。完蛋了，没有争取到任何的权益，你们说吧。对，刚才你在说的时候，我也在这想，这个周三有假，然后恋爱假，然后所有的假，我天哪，就是从此可以在美好里边过完一生。我记得上一次那个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也是人物塑造的也都挺好的，这次又把你整个的这个内心的世界以及愿望又带到了我们面前。对，因为我觉得有希望的，因为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以前没有，连双休日都没有的。对，以前是大小周，所以我觉得有可能的。往前倒连工作都没有，咱们还在树上那个什么的时候。对。很多人从小到大都会有危机感，所以 prepare 很重要，有准备就有底气。比如家长给孩子喝皇家美素佳儿，从小打好底子，成长才有更多可能。守护就位，勇敢对所有挑战说呸。好嘞，谢谢文枪。下一位也是咱们这半场的最后一位演员了。他既是一位精通理财的洗脑专家，也是二郎神忠实的合租室友。我们掌声欢迎喜单干拔的这个致命 vocal， 有请咸鱼。大家下午好，我是咸鱼。耶！转眼就到半决赛了，时间过得真快，让人不禁想说一句：时过慢些吧。我爱唱歌，我喜欢这没有调，我知道没有调，我也想有调，没有学习机会。我是河北衡水小孩，长这么大唯一学唱歌的机会是高3午休以后
唱班歌，就恰如现在，唱班歌训练的是声音大，为的是把别人都吵醒，唱的都是那种励志歌曲，逆战、倔强，啊，追梦赤子心，哎呦，那就不是，那是劳动号子，听完都是劲儿，想种地。哦，逆战逆战来耶，放开在天耶，哎，就这种感觉。我高中3年就这样在音乐领域深耕了整整3年，爱上了唱歌。毕业挣了钱就特别喜欢自己去 KTV 唱歌，一定要一个人去 KTV， 人多一起去，大家的素质就会集体下降，会有人趁你唱到一半过来关你原唱，太没素质了，逼别人面对真实的自己。你会去景区趁别人拍照关别人美颜吗？你会去迪士尼趁别人合影摘玲娜贝尔的头套吗？干嘛？我不能关我原唱，我需要原唱，因为我没有声调，我是唱跳型歌手，我依赖神态和情绪，我适合假唱。谢谢大家，一首《青藏高原》刚刚献给大家啊！谁给我原唱关了没唱出来啊？我去 KTV 唱歌，总结起来就2句话：开着原唱演得挺棒，关了原唱我乘风破浪。哎，什么叫乘风破浪？你嘴巴嘟嘟，我嘴巴在乎，眼睛看着高处在飞海。谢谢。这音乐脱口秀啊，音乐脱口秀，谢谢。除了关原唱以外 ，KTV 自己也出了个低素质功能，专门培养低素质人群，叫置顶，那就叫插队，对吧？大家排队一个一个点的歌，你一点你就到第1个了，凭什么？那一会儿节目组给我置顶一下吧，我这成绩可以吗？对不对？哎，真的，经常刚酝酿好情绪准备假唱，突然被别人切走了。那种感觉像在奶茶店排了好久，好不容易拿到属于我的那杯奶茶，我吸管都插进去了，旁边的人把嘴伸过来了。那你嘴都伸过来了，我能怎么办？你都张嘴了，你吸吧。当然了，我也不怕这种人，我也不是高素质人群，我是 KTV 麦霸，什么歌我都不会唱。但什么歌我都会2句，就高潮那2句，唱着最爽那2句，死了都要爱，我就会死了都要爱，洗刷刷我就会洗刷刷，所以谁也别来插我的队，谁插我的队治我的顶，我就唱他的歌，他点歌我就在旁边等着，像一个猎手，跃跃欲试，搓着手等待，他开唱我就跟着唱，不会唱我就跟着哼哼。不咬人，我恶心人，我是 KTV 苍蝇。你别管为什么，自从掌握了这个技巧，不好意思啊，这二郎神回去，二郎神啊。自从掌握了这个技巧，我去 KTV 特别自信。I believe I'm fly， 哎，就是英文梗啊，英文梗。哎，怎么门腔讲英文梗行，我讲不行啊？KTV 我就不爱去，有时候走着路唱2句也不行。网友对你也有恶意，给我们这种走路唱歌的人起了个极具羞辱性的外号，管我们叫随地大小唱。起这名人就心坏心脏。我唱歌有那么恶心吗？我是喜欢唱歌，又不是憋不住。1个多小时了，也没有个公共练歌房。这儿有一墙角。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旁边过来一个特别正义的人，制止我，一把就捏住了我的嘴。又在这儿随地大小唱。
这儿还有孩子呢。当然，比起以上这些，我还有一个最讨厌的，也是我今天最想说的。你说起个外号、关个原唱，我可以接受，大家开心一下。我讨厌那种审美霸凌别人的人，说别人歌土、别人非主流、别人杀马特的人。我现在不怕了，我小时候深受其害。我有个喜欢了15年，小时候一直不敢说的歌手，叫许嵩。我真的我爱许嵩，我喜欢许嵩。我有多爱许嵩？我从来不唱他的歌，我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当然，刚才那些歌也没有要侮辱谁的意思啊。我15年前就喜欢许嵩了，他那会儿还不叫许嵩，叫 VAE。哎，大家都知道，我不敢承认，我只能把 QQ 个性签名偷偷改成 LOVE，JAY， 因为我不敢承认我喜欢 VAE， 因为我因此有一个特别痛苦、特别难过的经历。我初中喜欢了3年的人，因此拒绝了我。我跟他表白，他说：“咸鱼，咱们不可能。你的品味、你喜欢的歌和你的人都太土了，你太土了。”痛！太痛了！唱歌土怎么你了？我就要唱土歌。这剧情太过俗套，你的爱是慢性毒药，一点一滴的把我除掉。你是脱了缰的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朋友们都劝我别傻。可是他的笑真的好甜。这才叫随地大小唱。其实被拒绝也没有那么痛，我其实就是想在台上来点大动作，不留遗憾嘛，半决赛了不留遗憾嘛。最后给大家上个价值吧，好不好？上个价值啊！所以最后我想说唱。没错，最后我想说唱。虽然导演不让，但喜剧和音乐没有高低，比赛从不分第2、第1。喜剧之王我不在乎，K 歌之王才最酷。谢谢大家，我是咸鱼。谢谢咸鱼的表演。喜欢咸鱼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左票。感谢你这段连滚带爬、声嘶力竭的。我好久没有见到完全不含音乐元素的音乐脱口秀了。你紧不紧张？我特别紧张，所以我感觉好像因为这个是新写的一段，而且又要加这个苍蝇和这个打滚。但是感谢大家，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感谢大家。这很奇妙，你说看他吧过瘾，但是我们平时表演的时候吧，这老说有一个什么撒狗血。撒狗血，但是吧，他是真过瘾呐、这个就是。我看他的表演，我总觉得他在拽着我看他的表演，在我脸上演的感觉，就一直吸引我。我觉得他能量好强，我觉得我像他那样喊2句，我就会头晕了。当时，你会头晕吗？我还行，有点低血糖啊。我觉得你特别可爱。谢谢您，老师。然后我觉得你，特别的解放天性。不是今天都这样了，万一进了决赛了，万一进决赛我就讲纯文本。大家好，我是咸鱼。给腿绑上我再上来啊。因为其实咸鱼也是一个在舞台上和私下我觉得状态差别很大的一个人，因为看到你在前面有采访的时候哭得非常非常的伤心。如果真的有平行宇宙，这就是我能带的最好的平行宇宙。也是一个很内耗的人，所以能绽放这一面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好像把干麻好像一直都觉得是一个不是那么褒义的词吧，但是我觉得你把它用的那么好，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谢谢老师。还有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您老师啊，生日快乐。谢谢您，今天我生日，嘿，送给我祝福。切割。给你买的生日礼物喜欢吗？特别喜欢。太好了，谢谢。他主要是把这做的太极致了，他能干拔1下午。是。
我也是看脱口秀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这种有氧式脱口秀，整个在做一个有氧运动。咸鱼上有一种，我觉得你在就是舞台上燃烧自己，然后我又觉得这种燃烧特别像做高温瑜伽，就是也在治愈自己。对，确实做完比较舒缓这种感觉。对，我的感受是，其实你可能生活里有很多的情绪，然后甚至有一点压抑，然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你讲的是笑话，但你也讲的是真实。你把所有的痛用了一种我很痛的方式，但是又把它这样嘶吼出来，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手段，就是直说直来，然后直吼，但是又很真。您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还真挺高。就是他要是心平气和的说，大伙儿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有点话说重了？但他伪装成这个样子，反而能把这些话说出来。谢谢各位老师，感恩的心，感谢有你。确实，这个如果因为脱口秀的舞台上，我们是以本人身份在做表演嘛，你的情绪跟你的故事一定要有真实的元素在里边，这样观众才会相信你。但是如果又全然是真的话，观众又会完全相信进去，那里面必然有负面的元素呢，大家听进去了，好像也会对喜剧产生一些影响。你这么一说，咸鱼这个挺有意思的，会他用一个假掩盖一个真，大智若愚。谢谢老师。那我们也请咸鱼先回到朋友之中吧。我这轮就是圆梦，一个是演苍蝇，还有一个向许嵩表白。哎呦，所以你穿了紫色。我特别喜欢许嵩，他可是陪我一起长大的歌手。天空好像下雨，打开了 OICQ。天龙八部的宿敌主题曲是他唱的。我的人生每个阶段耳机里都会放许嵩的歌。哦呦，许嵩来了吗？他坐我这站着就行。我可老爱唱歌了，开心的时候就会唱舒缓的歌。我站在了乌云之中，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听说唱。一站带出静安，阳台上的脆骨。带你去看流星雨。我在人间跑。就算我是这个之王，也不见得把爱情唱得完美。如果我警觉，不准随地大笑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下好了，终于没人能阻挡我当 K 歌之王了。死了！门墙哥，我就想唱个歌，你老打断我干什么呀？你再这样，我跟你拼了！拼了！我跟你才拼了呢！来，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用拼团，下单更优惠哦。怎么样 ，K 歌之王？请你吃点东西。那太好了，那我不客气了。哎，吃的点好了，哎，我再点个喝的。哎，不用，我在淘宝闪购上点过了。维他柠檬茶，开盖扫码还能赢惊喜好礼。那我不客气了。爽，开嗓了，死了都要爱。能不能给我淘宝闪购一副耳塞啊？咸鱼是咱们这场的最后一位，因为半决赛23组选手晋级总决赛12个名额，咸鱼演完会产生第一个晋级总决赛的演员。那么，当前排名最高的演员会是谁呢？淘宝闪购更优惠，你的喜报已就位，请看大屏幕。恭喜翟佳宁获得本期比赛的最高分。恭喜恭喜，帅的大翟！够快、够好、够优惠，淘宝闪购将与你一起见证够闪耀时刻，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没什么好说的，从第一次在开放麦听到他，我就知道这一期的第一名绝对是他，就是一篇非常翟佳宁的段子，肯定是第一名，完全不意外啊！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没有别的什么这个那个的，这篇稿子就是每一句话
都很硬。石佳宁他也是个天才，他永远就是用最简单的大俗话把这个事儿的真相给你揭露出来，他不用上任何技巧，就是天然的好笑。就是他这种选取的角度也好，讲故事的方法也好，包括逗笑观众的能力也好，讲完以后大家一直弥漫和沉浸在他的故事里面，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中。那我们半决赛上半场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也谢谢我们几位气氛组组长的加油打气，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我们下半场精彩，大家回到《淘宝闪购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的半决赛。导演找到我的时候呢，其实我很忐忑，我说，导演，其实我不懂喜剧。导演说没有问题，因为你见识过真正的幽默，你可是现场看过心愿便利贴的人。好的幽默就是要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枪打出头鸟，这事他赖出头鸟吗？这事不是赖枪吗？这什么枪这么欠儿啊？肯定是霰弹枪，可恶的喷子。现在还有很多顾客很调皮啊，把自己外卖头像换成那种社会光头纹身刀疤大哥，但我不相信啊！你们见过哪个光头纹身大哥天天点芋泥波波冰奶茶呀？我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说，我们这种低技能人是老鼠人，不是迪士尼那种哦，是下水道那种。我都延毕1年了，我都忍住了没有花钱找人论文代写，而且我也没有钱。我是老鼠人，又不是米老鼠人，我没有米。我爸说，那有些衣服就不能在台上穿，他觉得我穿吊带不合适嘛。其他人关心我飞得高不高，他只关心我飞得勒不勒。今年第1轮比的还行，拿了块复活金牌，到酒店就找不着了。我就问那个导演，就咱们办理复活的时候必须出示原件吗？我手上这个电子版真不行。手术原因：胆结石、肝癌、胃癌、肺癌、肠炎、肝硬化导致。烧了吧？啊？哪儿那么多病啊？那你希望他什么病？就是胆结石。是人吗？不是，那你说他什么病啊？我希望他没有病。那么，下一个可以锁定总决赛晋级名额的演员会是谁呢？请看大屏幕。